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？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为宜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瑟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，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来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，我这身袍子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，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你，哼！我说你小子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尖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名震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，给我剁了他！
呀，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哇，这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
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期笑宋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？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啊！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
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哎哎！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。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闭眼，不能看他眼睛。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吴昕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，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2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
压制。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元气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？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
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捕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好强的剑气！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。就是现在！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术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
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行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要不，咱们趁现在快跑吧。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却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。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几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。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。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
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冷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？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梅无姐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血生笨货。我乐意喊夯，夯货。哎，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夯，夯货。笨货，夯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二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二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，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二位一个问题：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二位。
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囚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，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，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少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。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被2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雷无节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2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雷无节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天外天战败，
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贝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无心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。糟了！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，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刘无杰，刘无杰，小子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处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这是师父。小子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
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？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家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啊，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青阳。孤剑仙洛青阳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青阳独坐木良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青阳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良城内就只有洛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青阳剑仙的名头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青阳的武功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姐，刘姐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。看看，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良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孤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什么人？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长刀。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啊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罢了。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
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呐！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离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位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钱踩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受死吗？萧瑟！不是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三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呢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那小姑娘，卖花伞。吴昕啊，你要来这鱼师国，没钱的话，我萧瑟可以借你。大不了以后加倍奉还就是。若实在没有钱，武功秘籍拿来充数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若是不认识路的话，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如果我二人是认路的人，就不会遇到你。给我来一份吧。花布。快教一下。别看了。他不是和尚，带不了你去大梵音寺。嚯，这人海量啊！这壶酒在我们雪落山庄也能值个3-2两银子。3-2两银子，那得买多少老糟烧？找到了。高手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追啊！哦，对。怎么不走啊？到了。哦，长相大气，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说吴昕呢，怎么你一到哪都是1等1的高手，而且还是一副要打架的样子？1等1的高手要打架了吗？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
什么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是笨货，行货，笨货，行货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下来吧。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闭嘴！劳烦长相大剑，不远千里来找我，真是荣幸啊！大剑，别叫我大剑，大剑可是宫里那位才能叫的。锦仙宫，你这么恭敬，我倒是不习惯了。那年跟我品茶论道的白衣小友去哪儿了？那时你来找我，是品茶，可这次来，却是抓我。宫里那个人的命令我不得不听，但是保住你这条命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就走到那儿吧。这一路上，雪月城、九龙门、无双城、天外天，他们都来找过我。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说不会杀我，所以你这个条件吧，似乎也并不特别。雪月城也好，无双城也罢，我跟他们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一次我带不走你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锦仙公公，别太过分！要想动手的话，先过我这关。你怎么了？这回你砍不下去了。锦仙公公是来找我们，至于我们俩的事，一会儿再说。下面那个拿刀的醉汉，看起来也像是个高手的样子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吴昕要找的人就是他，就是吴昕说的那个世交。上一辈的恩怨吧。请公公出见。沈静舟，吴昕，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武功有很多，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？魂手，大悲负重的武功你也学会了。周儿，锦仙公公这是怎么了？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风雪剑沈静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，如今的母亲也是17岁。吴昕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，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
心魔已对我们有用。小无心，现在王仁孙也败了，你要不要让你上面那2位小朋友来帮帮你？躲躲藏藏的，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吗？小策，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嗯。停！凉风率雨厉，游子寒无衣。我们走。小无心，九龙门的人马上就来找你了，想逃的话，就快点逃吧。逃不掉的。是，你的命能逃掉，但是你的命运逃不掉。睡觉。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。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你，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这样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，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，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邪门。吴心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心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
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于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心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，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。闭嘴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我想传你们2人1人1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。雷家的弟子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取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啊！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
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吴昕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这次法事势必会惊动整个云市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高手赶来，你有信心吗？那又如何？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谁能管得了我？那是什么呀？难不成是舍利？舍利？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，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溶不灭的物体，俗称舍利，是佛家圣物。老和尚死后，身体瞬间沉迷，但在那灰烬之中，还留下了一颗舍利。我便想带着这一颗舍利回到玉石。老和尚生前回不来，死后我带他回来。傻孩子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莫哭，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。无心的家是寒水寺，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啊！又想家了吧？师父，有一天你也会像父亲娘亲一样突然离开我吗？傻孩子，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栖息之地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哪儿也不去，弟子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走吧。
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句。就是他们了，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，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，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？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形象，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阵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
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到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。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？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。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，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无心，无心。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，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。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
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连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昕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昕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慎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昕，别做傻事。我燕氏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就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昕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10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吴昕，
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。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大爵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昕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去！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冷淡，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追！小左，这吴昕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话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六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六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你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明侯月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，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！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手雷无解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年将会从他们二人中
产生。谁？30寸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刘无节，你要记住这个人。之前你遇到的风雪剑沈庆州、碎空刀王如孙，虽都是1等1的高手，不过也只是之一罢了。而这个人，乃是当今用枪第1人，枪仙司空长风。枪仙司空长风，雪夜城的3城主。你的口水都快掉下来了。把那个表情收一收，别太丢人。萧总，这把剑是……天下10大名剑第2，大明朱雀。大明朱雀。哇！大明朱雀，司空长风。哦，想不到天下闻名的枪仙，私底下是这个样子的啊！你知不知道？确实没想到，这个真是太帅了。我看他们3个聊1宿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以后你可不能再这么玩意了。那个知道了。枪仙前辈，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堡雷无节，正要去雪夜城拜师呢。嗯，小伙子，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了。啊！别在这丢人了。他说我长得精神呢。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你想怎样？你要带他走，可问过他同不同意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回那寒水寺吗？那他若是真想回这寒水寺呢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当真以为我怕了那躲在雷家堡的雷轰，不敢杀你？不信，你真的要走？好。12年的契约已满，你本该就走的，为何还犹豫？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，那期间他是质子。如今12年期限已过，天地偌大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说的没错，无心，你一句话，大不了我们再打一架。你就要拜师雪月城，又如何能与枪仙动手？师门是师门，公道是公道，兄弟是兄弟。萧瑟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说的没错。少宗主，莫叔叔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宗主，
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如今的域外16派4分5裂，唯有天外天从未有一人离开。我们都等待着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莫叔叔，我明白了，我们走了。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。无心知道，其实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，忘了就好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情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山下那口棺材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肉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了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
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吧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？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，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啊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
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，那13层那家伙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剑的落霞仙子，将会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视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。我明白了。站开！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他。买定离手。要赢，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劫拦住我？小子，钱老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这么听来，你还赢了？惭愧。雷无劫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
用缘分喝酒。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还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，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疏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一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。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它游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梦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
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，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，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孟婆汤。孟婆汤？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啊！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1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醒了。萧瑟。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那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我去登阁去了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厉寒衣。是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厉寒衣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厉寒衣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别喊了，可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厅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见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。这是纱布剑。哼，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。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见雪月城”这句话来？好。这种杂耍，
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。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剑雪月城。赵宇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剑雪月城。他有过这世间的情节，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刻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烈火轰雷。剑名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
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。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雷无忌，来，起来。雷无忌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。啊！哎，雷无忌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少佐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上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师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三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忌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！你别跑！嚯，一日比一日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奇谋。这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我管你是什么！雷无忌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，萧师弟？滚！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忌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！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讨厌！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！8000两！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
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了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梁无邪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。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。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梁无邪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要，真不要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啊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落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落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，就多在屋子里歇息吧。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多谢姑娘，感恩姑娘尊姓大名。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
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嫌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有何难？司空千洛不是认识他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啊，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。秋色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洛师姐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洛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杀不见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，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一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就在你师叔雷云鹤拜山不久之后啊，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二师尊。那我不太敢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来这雪月城也有些时日了，为何一直没见到这大城主百里东君呢？你见过呀？我见过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？你不仅见过，还喝过他亲手酿的风花雪月。是他呀！下次再见到他，一定好好谢谢他。来，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赵玉珍为什么不能下山啊？江湖上关于赵玉珍的传言很多，传说在她出生之时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望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他是神仙转世。之后便把他接回望城山，从此再没下山一步。有人说这赵玉珍不能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的一道真言，说是如果让他下山，便会引起市局动荡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望城山外30里，一直驻扎着5000铁甲军，就是怕他下山。不过还有人说，赵玉珍身上聚集着望城山当代的武运和天运，所谓真言不过是杜撰，只是怕他一去不回罢了。那以他的本事，若真想下山，是不是没人能拦得住他？10年莫说是下山，赵玉珍连自己的小院都极少迈出。我猜他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这人不来，他可能会一直等下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出生在唐门，是唐门长老唐连月的弟子。原本以为会生在唐门，死在唐门，却忽然被送至这雪月城，拜天下闻名的酒仙百里东君为师。连月师傅告诉我，
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我已经等了6年了。你们唐门的人总是这样，从一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太多使命，所以活得一个比一个累。雪月城的事你要管，唐门的使命你又不能忘。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天活着，不过也都是为了自己活着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？话说你留在雪月城，真的是为了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，都是大事。800两，还真是大事啊！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若你真有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招兵买马，踏碎了天启城。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干什么？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呗。好。你真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等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大师兄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揍哭你？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？敢不敢比个别的？好，比什么？你是酒仙的徒弟，咱们就比喝酒。好。那我去搬酒。来。春庭乐舞，遥香劳光舞。不转回廊，半枚晚冕下。听云薄雾，总是少年行乐。不似秋光，只与离人照断着。这真是最后一坛了。哎，看来是大师兄赢了。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强啊！喝醉了都不躺下。哎呀，忘了问绿山姑娘的事儿了。终于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这把听雨剑了。不过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总觉得哪儿怪怪的，就好像漏了点什么。哎，萧瑟，大师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来？想来是进入20尊止水剑术的第一重了。不像某些人，跑路的功夫那是越来越快了。大师兄，你可敢与我一战啊？有何不敢？此剑，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你说这叫月息花尘，20尊可同意了？哎，大师兄，
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师傅，这2日跟着师傅练剑，稍有差错，那真是当头一棒。不对，哎呀，小杰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刺剑的时候要平，你这是3才剑法吗？小杰，小杰，你别哭啊，小杰，姐姐给你买糖葫芦吃好不好？刘不杰，刘不杰，傻小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恍惚间觉得师傅打我那一下有些熟悉。还真是个傻小子，被打的时候疼，现在又回忆起来被打的滋味。哎，对了，20尊他去哪儿了？师傅每日都要去山间练剑，除了每天早上看我习剑之外，基本上都不见人影。但是到了饭点的时候，回来的倒是挺及时的。哟，你这是在抱怨？哎，我可不敢啊！我现在就只想，要是哪天不练剑了，就下山去当个厨子去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俩找我干嘛？我们找你有2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第一件事，你师叔雷云鹤数日前又上了一次望城山，同样是1指破开上山路，2指掀了乾坤殿，这3指夹住了赵玉珍的青霄剑。据说2人大战1夜，期间整个望城山上天雷震动，暴雨狂鸣，除了6大真人留在山上观战以外，其余的人只能下山避其锋芒。之后，你师叔乘鹤离去，赵玉珍也亲口承认，这一次雷云鹤没有输。那就好。那第2件事呢？第2件事，关于一个人。谁啊？叶若依。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不，你认识。你不仅认识，他还给你手帕，让你擦鼻血呢。你提他干什么呀？我又没问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继续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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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若依是和我同一年来到血月城的，她是当今镇国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。大将军的女儿？那她来血月城做什么？养病。具体什么病谁也不清楚。3师尊他医术了得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依然没有好转。据说钦天监里的天师们也帮他看过病，但都没有用。想来这个病也没那么简单。先别想这些了，我就问你，想不想认识他？认识啊。 3日后是血月城1年1度的百花会，到时全城的弟子都会参加。平时不出门的叶若依也会来，你要不要去？这百花会，师傅他会去吗？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你师傅。3师尊说了，谁来都有可能，李寒衣千万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大概是害怕你师傅一出剑，然后百花会上的花全都给毁了。那这百花会是做什么的呀？比武吗？百花会上不谈武功，只谈风雅。参加的多是一些年轻一辈的弟子，吟诗作对，把酒高歌，算是我们血月城1年1度的盛事了。这把酒还行，吟诗作对，我不太懂啊。而且咱们习武之人，吟诗作对的话，是不是显得有那么一点娇柔造作了？怎么？那吴昕在于师传你拳法之前也吟了一段诗，你觉得矫揉造作吗？哦，也是啊。这吴昕的确是个妙人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这家伙可不简单，当日顿悟6通之术，就能与那无双城的无双一战。这么久过去了，想必功夫更加精进了吧？真是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。他这一来，
就要把我这百花会给弄秃了。雷无节，住手！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堡，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。这长子死在这里，不太好吧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死在雪月城。我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这才是真的风雅。这是若一剑舞，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。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。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！司空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萧一用。如剑仙，谢轩，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无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觅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现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不懂其中之事，不
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呀。就此别过，就送你们几本书吧。哎，这个送你。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，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如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，重柔美，少杀伐。多谢先生。喏，这个送你。前辈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来雪。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情之动人，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。啊！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，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这本书给你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。我只学习了师父的武功，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。这其间的滋味啊，你自己去品吧。谢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？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。谢轩先生，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，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。外表可以骗人，但是琴声骗不了人。心中义气，琴声尽显，我很欣慰。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你不必明白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没有看错。这本书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。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，你就自己写上吧。长风兄，有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。多谢谢兄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，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兄与人。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。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
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人，果然是真的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。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。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那傻小子下山了。下山？赶紧去吧，或许还能赶得上看他最后一剑。很好，雷轰在你这个年纪，剑术不如你。师傅，这一剑，徒儿算是接下了吧？勉强算是接下了，不过，只有这个程度的话，你接不下剩下2剑。只有用这个办法了。剑回！人剑相通，能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的这个师弟啊，若自在地境了。第2剑，双手剑术，其一，雷门剑客，雷轰所传；其2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指云烟。这第2剑，请师傅试之。好，为师也赐你一剑。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平地一声雷。接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双手剑，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3剑吧？要是没有更强的剑，那么今日的试剑就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3剑，我姐姐所传。
走，刺剑，你的右腿要弯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好。三才剑法，平刺。刺。扫，收回来。三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二师尊他……韩一虽然入师门比我早1个月，但实际上，他比我小4岁。他母亲是剑种传人李新月，他父亲是雷门雷梦沙。他未入雷门，随母姓。殿下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若您执意要从这里出去，那便以欺君之罪论处。我们可以先斩后奏。你们几个拦不住我。我等知道殿下武艺高强，但我们一时无惧。若您要出去，那便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那你们便来试试。殿下且慢。殿下，你身份特殊，那法场你不能去。新月姑姑，怎么连你也拦着我？不，此事便交给我了，由我去将王爷带回来。相信我。雷门4杰，雷梦沙。萧瑟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有些事真的是宿命啊。姐，这个是……这个是母亲的青龙令牌。20年前，父亲母亲保着当今圣上，杀入了平清殿。后来父亲受封成了8柱之一，远征男爵，死在了战场之上，而母亲则和其他3位不愿做官的江湖人士，受封了这天启4守护的虚职。母亲列东方卫，代号青龙。青龙，听起来很强的样子。我曾经很讨厌这块令牌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块令牌害死了母亲。可它终归是母亲的义务。母亲的事，师父也不肯跟我细说，我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。但是我也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要在我那么小的时候，把我独自一人丢在雷家堡里。那是因为母亲看惯了这天启城中的阴谋诡谲，她不希望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。她希望你不如回到江湖之中，自由自在的成长，远离纷争。是这样的吗？又或者是，母亲可以提前就预料到那一天的到来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母亲在位列天启4守护之后，一直尽心尽力保护皇城，直到那一年，震惊天下的琅琊王谋逆案爆发。琅琊王本是国之栋梁，多次帮助北离击退男爵的入侵，乃是世人敬仰的大英雄。可他突然就入狱了，罪名则是谋反。那他到底谋反了吗？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。可琅琊王自入狱之日开始，就保持缄默，他没有再说过一句话，没有认罪，也没有为自己辩驳。审讯他的天启7御史中，有3人认为他是无罪的，可第2日都被发现死于家中。这是明德陛下让他死，所以不需要理由，甚至不需要证据，只是他被问斩法场那一日，母亲出现了。这就结束了吗？
虽然不甘心，可琅琊王的生命的确就这么终结了。母亲在那一战中也元气大伤，在我将其带离之后没多久，也就因病去世了。那么萧氏皇族当中，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琅琊王仗义直言吗？自然是有的。那人就是六皇子萧楚河，他是琅琊王亲自培养的，年纪轻轻就入了逍遥天境。很多人认为他是未来接任皇位的最佳人选。琅琊王入狱之后，他独身一人在殿上辩护，连说了13条琅琊王谋逆案的可疑之处，声音激昂，情致动人，甚至还有老臣在朝堂之上落下泪来。琅琊王死后，这位皇子仍四处奔波，力求翻案，可最终引来了盛怒，被贬数人，流放青州。或许是早已经有了预感，琅琊王在死前的1个月，就让天启4守护答应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琅琊王请求，在之后传袭天启4守护令牌之人，可继续承担着守护之责，守护那个承载着这个王朝未来希望的那个人，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是。我曾经愤恨母亲之死，我也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可我看到了你拔出天羽剑，我知道你的剑跟母亲一样，你是守护之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今日要不要接过这个令牌。既然是母亲一命，那我定当奉命而行。况且六皇子是如此大义之人，我雷无节敬佩他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一任的天启4守护，东方卫青龙。我雷无节定当不负母亲一命。对了，姐，你说他被流放了，那我应该去哪儿找这六皇子？你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吗？那位皇子不过比你大上几岁，传说被贬出城后，就遭遇了仇家的伏击，一身功力全废，此后便下落不明了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岂不是还得到处去找？罢了，现在也不必知道这些。或许像现在这般走下去，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不必去寻他。相信我，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之时，你一定会出现在他身旁。那个傻小子，希望李寒衣别把青龙令牌传给他吧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，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唉，
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沙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白想，能让我惊讶的事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来的夫婿啊？他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三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再上去把人给打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落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落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落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落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哪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。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节你可以去。那我不想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落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了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那万一呢？
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杰帮你打擂台。啊，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千洛，千洛。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杰。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萧瑟，你快下去吧。跟这种人打，脏了我的手。现在再不上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没人应战了，这都没人上了。萧瑟，下去。骆明轩，雪月城最美长老尹落霞座下弟子骆明轩，前来应战。哼，原来骆明轩一直也暗恋千洛师姐啊，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拔得头筹，着实是令人感动。是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骆明轩一直跟着他师傅混，平时跟我们也没什么交情，没想到啊。那就好好看他的表现吧。你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。要不要咱们下个注啊？我赌我赢，100两银子。好，那我赌你死，200两。哎，萧瑟，你觉得他们二人谁会赢啊？骆明轩吧。为什么？他这赤手空拳的很吃亏啊。这个骆明轩学的是落霞断焰掌，长江都断开，何况是一把破长剑。哦，说的也是啊。看来这一次是骆明轩要跟千洛师姐成亲了，真是遗憾。你遗憾什么呀？哎，那我当然是希望你和千洛师姐成亲了。你们俩这么般配，你看啊，千洛师姐性格直爽，你一肚子坏水，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才是人间正道呢。滚！段家段轩逸，请指教。这家伙来了，他很厉害吗？在这年轻一辈当中，有绝对胜算的也只有唐淼了。但看方才骆明轩那一掌的威力，胜算也不小。哎呦，段家少主，久仰大名，你能胜过我弟弟，也算有几分能耐。可我这一关，你过不去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骆明轩中毒了。啊！师兄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怎么样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是徒儿大意了。原来这场比武招亲，雪月城长老也可以下场吗？我替我徒儿认输，这场段家段轩逸胜。尹长老，我看一下，此毒为3寸蛇心，并不会伤及性命。尹长老放心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必将此毒化解。那便多谢了。可还有人愿意上来挑战？卑鄙无耻之徒，还敢这么趾高气扬的说话！哥，连骆师兄都败了，我们之中还有谁能打得过这个段轩逸？就是啊，简直太无耻了！居然用毒！殿下，我们可能来晚了。哦，难道已经结束了吗？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不是你们非让我下来的吗？不是，以你的性格，不应该让咱们3番5请，你才别别扭扭、不情不愿的下去吗？闭嘴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上去啊？谁上去了？你是谁？雪落山庄，萧瑟。你就是那个被枪签收为弟子的萧瑟。你说是就是吧。
殿下，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已经有答案了。是楚河上去了吧？是的，堂堂六皇子萧楚河，现在竟然在雪月城参加比武招亲。是的。我听着那个拿扇子的人，武功不是很强。老六为何一直在躲呢？看不明白。24乔善，阁下轻功卓越，见识也广，只可惜光靠着躲是赢不了我的。赢不赢得了，走着瞧。六皇子的踏云步比起当年更强了，但从他的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魅力的波动啊！难道老六的武功真的全被废了？哼！我已看穿你的步伐，10招之内，你必败无疑。那你就试试。雷门霹雳子，1颗让你们脑袋开花，2颗送你们回家。吹不吹？回家！说谁的？你说什么去？你作弊！你用雷门火器！你们还用毒呢！你闭嘴吧你！萧瑟，把那霹雳子都给我扔出去！好。我路上用的太狠，就这2颗了。你去死吧！干得漂亮！好，这道阎王帖挥得果然漂亮。来，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拿出我们各自的法宝，助你旗开得胜，拔得头筹。什么法宝？我的2粒霹雳子和大师兄的3道阎王帖，可值1000两银子呢。这3日呢，就由我和大师兄教你使用这火器和暗器。一个会着天下第一轻功的人，同时拥有着雷门的火器和唐门的暗器，你说谁能胜得过你？对。24乔善，正面只有23乔，极尽风雅；背面只有1乔，名曰断。风雅已息，只谈生死，不够风雅。你究竟是谁？雪落山庄萧瑟，赢了你的人。雪月城萧瑟胜。虽然你赢了他们，但你还要胜过本小姐的枪。我认输了。萧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输了呗。不是，你这还没打，你怎么输了呀？你们给我的火器和暗器都用光了，我还能怎么打？师姐肯定会让着你的嘛。哎，刘姐，你别瞎说，谁会让着他呀？雪月城打假赛。说什么东西啊？说什么打假赛呢？这怎么就打假赛了？这样，打假赛！生架！你这些手下败将，都给我闭嘴！真麻烦。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走了便是。拦住他们，让雪月城给个交代。北离国白王殿下虎驾至此，尔等跪拜相迎。拜见白王殿下。要死了！许久不见了，朱雀石。都怪你！
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师姐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雷无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诺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，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一下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雷无节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。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期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是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，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救过学。原来是同窗。哎，同窗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
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，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是个代号嘛。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。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。来，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？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平时处处跟你作对，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你觉得萧瑟这小子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脸红了。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千洛，我是你阿爹，心里怎么想的，跟阿爹说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好精致的令牌啊！爹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？送给你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，你可要承担很重的责任了。什么责任啊？说起来话长啊。若依姑娘，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
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，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啊，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说起这登天阁呀，我一人直冲16层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。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轩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用尽了雷门所有绝学。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：“霹雳堂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剑仙。”哎，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哎呀，他呀，他在跟千洛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对呀，萧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。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。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当年北离朝中皇子争斗，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。琅琊王召集了4名绝世高手，组成了天启4守护，誓要重安天下。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当年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，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，而如今天启安稳了，王朝也换代了，所有的守护使也要找新的传人，而这个新的传人将要守护的，就是6皇子萧楚河。千洛，你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？我的女儿就是聪明，3言2语就听得明明白白。那我现在就决定，这块牌，我拒绝。我记得从我出生的时候，阿爹就没去过天启城吧？没有。那自然，你也不知道萧楚河了。可那萧楚河是琅琊王所看重的，他……我不管他看中的人是谁，我司空千洛若要守护，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中的人。你，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，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唉，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和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说这么多话，
如剑仙送你那本《晚来雪》，看得怎么样了？我觉得那本书不好看，我看几行字我就困了，没意思，不爱看那本书。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、英雄战沙场。就比如吧，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，看多少遍都不会腻。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。萧瑟，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，你神色都怪怪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乡是在天启吧？我没有家乡，你记错了。哪有人没有家乡呢？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？那还用说吗？家乡自然是，不管你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嗯，你说的对，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，那是一个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。无心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萧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萧老板心中所犯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无心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
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吧。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他走了。一刻都没有停留，或许是有别的事情赶着去做了。走了就好。你派司空姑娘来，是料到她有这么一出。有些事情的解决必定是要流些血的，我不宜出现，所以便让千洛去代劳了。萧瑟，我听千洛说你受伤了。小伤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哎，唐莲啊，唐老太爷说他突然想到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治疗叶姑娘的病。我看这几天你抽空带叶姑娘去一趟唐门。是。哎，大师兄也要走啊？难道你也要走？哎，这雷家堡英雄宴就要开始了，而且呢，按照我跟我姐的约定，她必须要跟我去见一次我师傅。我倒是忘了，今年的英雄宴在雷门。那大师兄可要去凑凑热闹。此次回唐门，我若是无事，应当会随老太爷一同前往。那感情好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英雄宴啊，据说还有比武夺魁。你要去参加？我定当夺得头筹啊！你大师兄曾经是三魁者，可别丢了你大师兄的颜面。哇，那萧瑟呢？萧瑟你要去吗？反正打擂台这事儿，你可比我熟啊。滚！他可去不了，雪月城的账本都快堆积如山了。我去。你要去？我倒想看看啊，这傻子怎么出丑。那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我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去过天启吗？帝都天启？没去过。比起我们雪月城如何？没有雪月城漂亮，但是很大，大概有7、8个雪月城这么大。五湖四海的人齐聚，每天都很有趣。每年年中和年尾都会有一次大集市，集市上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我曾经见过一块水晶，纯天然的，大概有一个酒缸这么大。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千金台，
我曾经在那儿赢下过一座城池。有机会带我去天启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在这雪月城，一住就是3个月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诸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江湖再见。我说你要告别，也对着雪月城门口，你对着登天阁干什么？这不叫有始有终吗？哎，你说我们都要走了，怎么也不见大师兄来送我们啊？说谁坏话呢？哎，大师兄，如意姑娘也在啊。知道你今日要走，特地过来送你一程。哦，小瑟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嗨，他呀，他在城中打算盘，打的是心烦意乱。我带他去英雄院看看，透透气，看完就回来了。正好，我今日也要带叶姑娘回一趟唐门。若意姑娘，若是唐门治不好你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雷门。我师父，人家唐门大师兄在这儿，你说这话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无妨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呢？他不是也要去吗？阿姐说他能日行千里，让我们先行一步，之后他自然会追过来的。好。那，大师兄，我们先去雷家堡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放心吧，我还要看你夺魁呢。行，走了。撤！叶姑娘，你觉得我这个师弟怎么样？恰，李然少年气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当他重临天启之日，你会站在他身边。小子，来拿着。哎，你确定去雷家堡是这个方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去望城山。去望城山干什么？那自然是去请望城山上那位神仙下来了。你想想啊，3位旧友齐聚雷家堡，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！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呀？我只是在想，我师父、我姐，还有望城山上那位，这么多年好像都是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等彼此谁先跨出那一步而已。那既然我都已经下山了，那么这个僵局也就应该打破。赵玉珍这么多年从未下山一步，你真觉得能为你这个傻小子下山？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吗？行，那你想怎么试？哼，那自然是一剑问望城。随便你吧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拜山。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。这就是问剑望城山，大点声行不行？我们第一次来做客，是不是应该客气点儿？谁请你来做客了？你是雪月城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拿出点气势。没错，我是雪月城的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听雨剑，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。哎，
怎么是你？我不过效仿一下李兄问剑望城山，你这是要杀我呀？什么人？师叔祖。你就是赵玉珍啊？听雨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方才感受到听雨的剑意，还以为是他来了。你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。疯了！雷灭！看你的功法，应该跟齐鹤是同一门。你们姓雷的真的很有意思，没事老闯着望城山做什么？哼！那你再试试这招如何？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赵玉珍有真气护体，就算你出100招也伤不到的。你果然是他的徒弟，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他怎么样？我就是想替我姐姐出口气。你是他弟弟？你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？他说，他第3次上山的时候，要我随他下山，可是我等了他很多年，他却一直都没有来。他来过了。他来过了？不可能，这望城山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，更何况是他来了。那一年你闭关练功，后雷云鹤前来挑战。你断其一臂将其赶下山，但自己也元气大伤，几乎走火入魔。在所有天师的加持下，闭关养伤。在你疗伤期间，李寒衣确实来了。这件事应该整个望城山都知道。我确实不知。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。最终，天道没能修成，你和掌教都负了伤。没过多久，掌教故去，此事就再无人提起。为什么不能提起？我姐那么傲气的人，来了3次都没能把人带走，她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赵真人，我们此行要去雷门赴宴，雪月剑仙会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去？还有我师父。我师父就是雷轰，他也在雷门。小子，我若不下山，会怎么样？我姐会跟我师父见面，我师父可能再也不会让他离开了。若我下山呢？一切尽在你的掌握。你说的对。那你到底是下不下山啊？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半醉半醒日复日，花开花落年复年。你们走吧。那就走呗。无头无脑念首诗，那赵玉珍到底是下山还是不下山？哎，师傅的心思，没人能猜透的。哎，你们师傅若是下山，真的会引起风云巨变呢。师傅倒是没有真的下过山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师祖诓他的，想骗师傅一辈子留在望城山。师祖才没你这么无聊呢。掌教的命格是天命，
师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天命。行了，赵玉珍来不来，在于你姐，在于她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于你。你已经把你该说的话都说好了，现在就走吧。我觉得不管是李寒衣还是赵玉珍，以他们日行千里的剑仙境界，去个雷家堡真不是什么问题。换做我们，再不等就成笑话。走。也是啊，哎，这天不天人不人的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信一点，事在人为。告辞。告辞。有个问题忘了问你啊，你是怎么说服你姐陪你去见雷轰的？以她的性格，她不会同意的。其实我骗了阿姐。哟，你还会骗人呢？我私下骗她说，我师父得了重病，就快要不行了，临走之前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了却心中遗憾。阿姐就同意了。你师父知道你这么咒他？他要是能见到阿姐，我说什么他都乐意。想不到雷无姐，连你都会耍心眼。哎，这我还得叫你一声师父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去雷家堡，你不会迷路吗？放心，我在雷家堡生活了10几年了，我记得它的味道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跟我来。你已经走错了，滚回来！啊，自己看。带什么路？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去路？雷无姐，这一次遇到的人跟以前的不一样，你要清楚一件事，他们是真的来杀人。那他们到底是谁？暗河。暗河？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前8席次的杀手组织吗？没错，我姓苏，苏家，苏昌黎。自报家门的杀手还是头一次见。告诉你们名字，是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苏昌黎，此人甚是巨剑，功法霸道，看起来3人中有他为首。萧瑟，说来也是有趣的，咱们上一次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杀手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哎，萧瑟！师父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只要记住8个字：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若是再快也打不过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你就记住4个字：打不过，跑。师父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就算这踏云步不耗内力，也极耗体力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计划着引开这几个人，给雷无界机会击败对手再会合。可看目前这情形，我已经快跑不动了，而雷无界那边也还被困着。萧瑟这混蛋，只有我追他，你们追不得。小心那2个。哼，你打不过这2个小贼也就算了，以为我也这般不济吗？
没事吧？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瞎扔，就不怕打着我？那我又不姓唐，只能瞎扔了。大师兄的武器怎么在你手上？喝酒输给我的。行了，也得赶紧跟我去找雷无极，他可能有危险了。那个叫苏昌黎的，我怕是低估他了。不错，能在我剑下坚持这么久，你足以自傲。我还没有结束呢。你虽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却有机会逃走，为何要与我死战？我若走了，你去追我朋友怎么办？好，重情重义，大好男儿。这颗头颅值得一砍。师姐，秋色，你没事吧？几个小杀手还奈何不了我。哼，要不是本小姐赶到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废话真多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刚才是不是就快死在那儿了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有20尊守着吗？那得问这个傻子，干嘛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去什么望城山？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总不能说他们出城之后我一直跟着呀。看我找到20尊，不告上一状，就揍你们一顿。走吧。师姐。快走啊！快点儿！这个好漂亮，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，你告诉我钱丢了？那苏昌黎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。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。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昌黎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昌黎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好，3碗阳春面。啊，多谢，客官慢用。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这几个钱了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这话有点萧瑟的意思了。萧总，这面还得是你雪落山庄的好吃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我开的客栈，就连厨子也是方圆100里最好的。又在吹牛。怎么是吹牛呢？我骑最好的马，穿最好的裘，就连朋友都是最有义气的。师姐，他刚是在说我们吗？大概是吧。萧瑟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“朋友”这2个字呢。那他之前都怎么叫你的？小笨货，不对，小憨货。我有你说的那么不讲情面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朋友，可你欠我钱，这本来就是2回事。那这碗阳春面500两，我让你吃了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又不是付不起这钱，就当是你那天在望城山下的救命之恩了。那天你若是弃我而去，苏昌黎在哪儿，我必死无疑。那你别吃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朋友，就算你萧瑟是街头卖艺、玩杂耍赚钱的穷光蛋，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但是你把情谊换成银子，
你别说是500两，5万两我都不跟你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这朋友赴死？那你未承诺呢？比如，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母亲留下守护的承诺。这一个是情义，一个是责任，有什么区别？情义是我雷无杰闯荡江湖最看重的东西，我可以为之生，亦可以为之死。那责任是我出生以后便背负的，那是我不得不做的承诺。那倘若你要守护的人，要杀我，怎么办？那便说明我母亲他们错了，那人不值得我守护，我带你跑就行了。那再如果你要守护的人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雷师弟，怎么这段话还把你自己感动哭了呢？这我没哭啊。怎么了？弹指醉，好见识。怎么回事？小嫂，我们中毒了。接着，精通凝水诀，并且能和弹指醉相结合。你是暗河穆家人。暗河穆家，穆英。你们这帮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你刚刚服下的是蓬莱丹吧？这种奇药确实能对抗我的弹指醉，可他二人已经中毒了，再服下这丹药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这就是雪月剑仙所传的止水剑法。手上内力，雷无杰，千洛，不要妄用真气。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不那么痛苦。你似乎太得意了，你别忘了。我可没中弹指醉，你并不会武功。小嫂，我跟雷无杰拖住他，你快跑！你的这2位朋友，若再妄动真气，就要筋脉寸断而亡了。闭嘴！穆英，你算盘打得很好，不过你还是忘了。他们2人内力暂丰，但我的内力还在。小嫂，这是……我眼脉受损，不能运用内力。这是如剑仙送我的无云书中武术的流转之阵，我把内力借给你们。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功，怎么不早用啊？想得美！我内力暂丰，我才能成功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萧瑟他们有新的消息吗？没有相关的消息。雷家没有书信传来吗？没有。我曾听唐师兄说，当初雷无杰来雪月城的时候，1个月的路程，他们生生走了3个月。这样算来，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以你的年纪能到此境界，实在难得。只是杀你这般可惜之人，才真是畅快呀！我可不怕水，火灼之术第8种，天火镜。了解，不要妄动，站在那里保持气势。
夏浪师姐，咱们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这附近就没有雪月城的盟友前来助阵吗？我自幼就很少离开雪月城，和江湖上的人也没打过什么交道。莫说是寻盟友了，我连雪月城有些什么盟友都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！啊！阿爹临走前给了我样东西，有了它，这附近的盟友自会前来相助。这什么呀？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雪月城的求救信号。只是这烟火可见不过100里，这附近真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白痴！哎，你这刚醒你就骂人，你才白痴呢！你不许骂他！哎，跑！什么？快跑！夏洛师姐，他说快跑是什么意思啊？丫头啊，这个年轻人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问题啊可就大了，他的隐脉受了重伤。世人皆知显脉乃是指7经8脉和12经长脉，还有15络脉。但其实人亦有隐脉，因为人的内里便是藏于这隐脉之中。此人隐脉受损，不能用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隐脉中有股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这股力量反噬，那么他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中。他之前应该遭遇过了一次反噬，只不过这次反噬并不严重，所以只是有些气虚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但是以后嘛……怎么，还有我的小花锦看不好的病吗？你别说是我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估计也医不好。至于我那个3心2意的师兄，怕是也医不好吧？你是说那个枪仙司空长风吧？师傅说啊，若是师兄只注重医道，那么这天下间便没有他治不好的。可是师兄又学医又练枪，还跑去当什么城主，这般3心2意还怎么学医啊？你倒是专心钻研医术了，跑到我这剑心冢里采了1年的药材。我诱惑了你几次跟我学剑，你都不肯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把它给医好啊？我还小嘛。还小，强词夺理。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先把药喝了吧。3日过去了，你终于能下床了。多谢神医。不用谢我，我只能帮你小忙。你隐脉的大伤，我治不了。这话我已经习惯别人说了。我之前在药王谷里看到过一本古书，上面记载了一种医术，叫捕魂之术，能令枯木逢春、结泉涌水，
逝去的花草能够重生，断去的魂脉也能够重连。只是书上并没有记载捕魂之术的正确用法，可能早就失传了吧。毕竟师傅号称医术天下第一，也并不会这捕魂之术。这么说，你是新百草的弟子？是啊。这几天啊，千落师侄已经和我说了，你是长风师兄的弟子，所以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小师叔。你今年多大？你别看我小，我可是有大志向的。什么大志向？比如治好你的伤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信。对了，他们说你那天通过什么流转之阵将内力借给了他们，是一本什么书啊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此书乃是如剑仙谢轩所写，修炼此中功法，可以慢慢修复阴脉。真是本奇书。你要是想，就请你多看几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都记住了。想不到小神医竟还是过目不忘的天才。但是你那个姓雷的小兄弟可不能再等了，他每天着急想要出种去那雷家堡，还说如果去晚了就要被姐姐一剑给杀了。什么姐姐啊，这么凶？天下前5的剑仙，你说凶不凶？不过他既然这么着急，那我得去拜访一下李种种。萧瑟见过李种种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种主相助。哎，这都是华锦的功劳，老朽也没做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我能够再次与你相见呐。对了，你对暗河的追杀有什么想法吗？暗河向来是不死不休，如果是专程为了杀我们，那应该派出更强力的杀手才对。怎么，苏昌黎还不够强吗？我们之中最有可能是目标的人就是我。若是请动暗河为求稳妥，应该请出纸伞鬼苏沐雨这样的高手。所以我估计，这里面应该是另有阴谋，或许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有关。雷家堡、英雄宴，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我们要快点赶往雷家堡，在敌人的阴谋发动之前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刚才说，你叫萧瑟？是。不管以前是叫什么，以后也只会是这个名字。暗河的那些人惧怕我剑心虫不敢硬闯，但也未必会离开呀。今天晚上我就去击退他们，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。怎敢劳烦种主亲自动手？我外孙为你，我为我的外孙。外公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了，您不必替我说道。此人不好对付。我遇到不好对付的人多了，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再来问一次剑吧。我有一剑，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赤落云剑。新剑，好。
剑不是凶器，是你的朋友，死在这样的剑下，无妨。刚刚我的确胜了你一剑，还不足以伤你吧？对于杀手来说，输了便是死了。又是傀儡，不必追了，这只是他的脱身之术，区区一个木鹰不足为虑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刘姐，哎，喂！刚刚苏昌黎那一剑，是前辈动的手脚吧？是的，就是刚刚我和他对的那一剑，我已经把他的真气给击得混乱了，可是他却感觉不到，所以在和小杰对阵的时候，他还误以为自己躲过了那一剑，最后偏离了1寸，被震断了心脉。前辈为何如此？小杰天赋很好，可是有些心软了。我能够感觉到，他的剑是君子之剑，然而君子之剑也需要有杀伐气。他的剑求胜，而不是求生。这江湖险恶，这样的剑会活不长久的。我不愿杀人，人却要杀我。不管是不是江湖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前辈的担心我记下了，还请把雷无节放心的交给我。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迫使小杰做出这样的事来的。前辈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我的女儿死了，如今，我希望我的外孙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萧瑟记下了。救命之恩，萧瑟永世不忘。若有缘，再来求见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有钱，随身带着金贵的蓬莱丹当糖果吃，但这个不一样，就算再怎么要死的人，吃下它都可续命3日。到时候你再出事的话，吃下它，3日之内找我，我救你。好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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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要不要过去？师傅也没教我怎么安慰男人啊。陆明轩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其实，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踏上江湖路，有的时候你不想杀人，人家却想杀你，我都明白的。所谓身不由己，就是这样。可是这些都是错的，大家打打杀杀，仇恨不断，永远没办法终结。这不是我心里想要的江湖。我知道，你要的是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？
你知道我心中的江湖是什么样的吗？我曾经以为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，面对江湖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我曾经以为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，面对江湖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你是说，仁者见仁吗？对，心之所向便是江湖。若是内心充满仇恨、黑暗，自然会觉得江湖黑暗可怖。可若是心存希望、光明，面对江湖之时，也就会豁然开朗。所以你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要记住你心中江湖最初的样子，那才是你自己。你外公说你心中少杀伐，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。但这江湖总有你死我亡，我们避免不了，只能凭借内心，握紧你心中的剑，才能守护住你所珍视的东西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走吧，去雷家堡，咱们耽搁太久了。师姐，明轩兄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不用跟我们道歉，好好慰劳一下你自己的马吧。骆刺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雷家堡吗？不是，什么刺猬？你看你这样子，糊涂都就是一个人形刺猬嘛。啊，那我就当你是嫉妒我了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们去雷家堡了，这师傅还等着我，回去晚了又骂我。哎，诸位，接下来的路靠你们自己了，保重。保重。天天都吃着馒头，人都给我吃瘦了。有馒头吃就不错了。谁让你从剑冢走，也不知道跟你外公要些银两。剑心冢卖的剑，每一把都价值千金。你外公也算的是江湖前3甲的富豪，怎么就有你这么一个穷酸外孙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啊，我去看看。老朽也无能为力呀。小子，知府大人悬赏1000两纹银寻找大夫，1000两纹银呢？咱们3个懂医术吗？1000两纹银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要懂什么医术啊？你不是有那什么蓬莱丹，一枚30宝？小点声行不行？你知道那一颗蓬莱丹值多少银子？你知道那颗3日丸如果传出去，会有多少人要来抢？哎，我知道那蓬莱丹很金贵，但是你看这小城里也没什么人认识，是吧？而且你救人一命也算是积德行善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松开！我以前也学过一些医术，谁说救人就一定要用我的蓬莱丹？你个憨货！你还学过医术呢？哎，你以前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轻功又好，赌术又高，还会医术，哎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行了，能不能别说了？哇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萧瑟、田乐、雷无节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才几日没见，
就这般想念了？你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们是走到哪儿被打到哪儿。哦，原来是被打了，才想起你大师兄的好。不是。哎，大师兄既然在这儿，那叶姑娘岂不是也在啊？难道那个要治病的人是若依？若依，蓬莱丹正在帮你清除血脉里的郁结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问题。忍住。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，久违了。先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怎么样，萧嫂？若依她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事了。你和叶姐姐从前认识吗？你似乎对她的病十分了解，而且刚刚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她说久违了。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。啊？那你们之前明明相见了，为何不相认？莫非曾经是情侣？什么情侣？我们俩只是旧相识罢了。过分！过分！好了，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。什么过分？哼！所以唐门是打算就此判处雪月城。虽然我不知道老太爷的具体打算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们不想继续与雪月城保持盟友关系，而且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师兄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，你赶紧回雪月城禀告三城主吧。我不能回去。你还没做决定？不是。唐门是我的家族，雪月城是我的师门。我并不想背叛任何一个，我只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不回雪月城，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什么事儿？雷家堡马上要召开英雄宴，但现如今他们并不知道唐门的变故，而这场英雄宴很有可能是唐门反叛的开始。我已经传信给雪月城，怕是来不及，所以我要亲自去一趟唐门，阻止这一切。可这件事很难。的确，这件事并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但是只要尽力，就不会有遗憾。大师兄放心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关于若依的事，我刚才探了她的心脉。她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是因为体内有股真气，而这股真气很熟悉。是无心。无心？他在哪儿啊？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吗？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剑客，穿着一件黑色披风，手里拿着一把出奇大的剑。无心暂时拖住了他，所以我才能带着叶姑娘先行离开。难道是他？严战天、唐门都出动了，这幕后策划的人难道是二哥？可按二哥的性格，怎么会和暗河有所勾连？莫非是……萧子，你认识啊？怒剑仙。怒剑仙严战天，江湖冠军榜上排名第3，和我姐齐名的剑仙。可是无心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我已经观察过了，无心的功力比之前更厉害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现在至少已经进入了逍遥天境。就算打不过，脱身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无心不是怒剑仙的对手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到另外一个剑仙，刘无杰。啊，雪月剑仙为什么还没有消息？对啊。将来行侠仗义之后，别人要答谢你们的话，要怎么回答呀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要说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。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。
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我还有事要先行赶路，告辞。国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。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，撤。撤！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我知道，重儿一定是尽力了，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啊！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，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，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，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。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巢路修缮完成。北离巢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，父皇叫儿臣来修，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岳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，晚了点吧？啊？皇叔，我上朝，皇叔。
宗首。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，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岳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哼，他的名字还是姑给起的。天下有道，世上无刀。普天盛世，再无桀骜者。他小的时候，姑还抱过他。是雷将军和李守护使的儿子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没有想到啊，最终还是回了雷门。啊，你替姑跑一趟。当初派重儿去，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许，只是想表明一下姑的态度。如今由你去办，姑才放心呐。臣弟明白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还有啊，不管见到楚河，还是遇到雷家那个孩子，都替姑说一句。姑有愧。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。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李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司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快到！此时过去不过5里便是雷门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前面有人！又是暗河，的确是暗河，但这一次不一样。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，代号纸伞鬼；谢家家主谢七刀，代号索命鬼。我们的面子可真大，暗河的杀手都来了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冥剑排行第4的新剑，他就是雷无节了。杀了你们苏家苏长离的人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其他人就交给我吧。雷门八郡，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无节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师兄还是如此出口成章啊！门主让我们下山寻你回来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这本来都抱着挨罚的心思回来了，没想到在山门口碰见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位是？在下雪月城唐莲，这几位是我同门。原来是雪月城来的朋友，失敬失敬。诸位的家常可说完了？哼，听口气不像是朋友啊。
师兄，师兄你没事吧？无节师弟，现在几位贵客去雷家堡，这英雄宴没了雪月城，还叫什么英雄宴？师兄，闭嘴！雷家堡不能让人给小瞧了，弟兄们，一阵！那就有劳诸位了。走，走。雷对阵，弟兄，让他们好好见识去。久等了，千虎。老太爷亲自前来，就算是等上1天1夜，也不妨。比你爹懂礼多了。门主，雪月城那边不等了，开宴。好，开宴！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别想往前走一步。这怎么回事？莫非雷家堡已经被袭了？杀！杀！杀！杀不见我会突然要走了，难道是他感觉到师傅的剑意？师傅为什么要换走他？难道真的晚了？10殿轮番走，安能留魂在人间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给我看好喽！雷千虎，原来你的伤早已经深入血脉，你刚刚只是在硬撑。硬撑，破船还要3000钉呢。是榆木地固塔了。你已受伤，先行离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是。住手！九天引雷，云中之鹤。可惜，你来得太晚了。你的兄弟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门主，千虎，走。千虎，刚刚强行运转了莫雷天罡拳的第9种。你疯了！
你怎么使出那种自杀的拳术？雷门生死之际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何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别说话了，雷轰，快给阿虎疗伤。已经来不及了。雷门总管，雷天恒听令。天恒在。雷门第19代门主，将门主之位传师兄雷轰。待退敌之后，入雷门祠堂，行3项6镇之礼，任第20代门主。天恒遵命。门主，门主！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9天引雷术。大家长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内力？万术飞花。雷门双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我们说，不死！胡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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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来晚了。唐莲，你是要与师门为敌吗？老太爷，此事之后，唐门的法我认，但我心中的道，我当守。研魔掌，那想必这位就是暗河大家长苏昌河了吧？倒是有几分见识。那么，我猜你是……劳烦这2位雷门前辈，就拜托你们拖住这位大家长苏昌河，我们对付唐老太爷。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们的爷爷了，与你们这些人动手，我老人家还真是有点不堪呐。不堪？前辈和晚辈动手，就算是不堪吗？我倒不这么觉得。本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年纪大，不代表道理就大。你们勾结暗河，偷袭雷家堡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堪。哟，刘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了？情之所至，性之所起。那便来。唐老太爷有近70年的内功修为，真气护体，控制住了化气，雷无杰伤不到他。唐门有一暗器，专门可破护体真气。唐莲一怒，可敢一战唐门老太爷？
雷无杰，拼尽全力，我相信你。萧瑟，我若用出那招，10招之内我便会不省人事。那便撑上10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虽然你总是骗我。小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，剑仙所传，指路云烟。世间所有的兵器，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萧瑟，我接了13招，送了你3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，萧瑟，你走。秦天剑的刀法，有意思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哼！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守我心中之道。萧瑟，萧瑟，你快走！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
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千里，一个叶若琳，一个唐林，一个雷无极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小色，你还真是个高手。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韩火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小色，竟能直通逍遥天境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色，小色，小色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色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，在这儿等我。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哦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他们带个话。看起来我应该是来晚了。
罢了，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有人吗？别叫了，再叫伤口就裂开了。师叔，你要是好些了，可以去看看你那位朋友，他的情况有些不妙。萧瑟，怎么样了？如剑仙和吴心在帮萧瑟一同运气疗伤，已经进去有些时候了。前辈，萧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萧瑟隐脉本来就受损，此番强行运功已经伤及到根本。我们二人用尽了全力，也只能暂时压住他的伤势，最多再能撑1、2日。那谁能救他？你师父齐天辰可以，但是他已经回到天启城了。药王辛百草也可以，可是他的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辛百草的徒弟行不行？你父亲？不是，剑心冢里还有个徒弟，剑心冢离这里不远。我可以让师叔仙鹤传书，半日可到。怕是来不及，我再尽力一试。来得及，我们还有3日玩。3日玩？雷无杰，你过来喝口水吧。不用。你也在这守了1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的身子也没比萧瑟好多少。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是在关心我？看来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反正死不了。你说话可真有意思。那个若依姑娘，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在这儿呢。明天一大早，你跟千乐来替我就好了。好。哎。雷无杰，啊，前辈，你还记得当时在雪月城我送你什么礼物了吗？啊，记得，晚来雪。那你看了吗？没看。难怪你和女生谈话还是这般声色稚嫩。我谢轩送人东西啊，从来都是对症下药的。你不要以为《晚来雪》这本书在街面随处可以买到而轻视它，但是它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哼，不开窍，不开窍啊！啊？难道我真的该去看看？雷兄弟，雷兄弟，都天亮了，我没睡，我就刚刚才睡着的。雷无杰，
知道你累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师兄，师兄，无间师兄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雷家堡都围起来了。官兵？想闯我雷家堡，得先过得了我这关再说。这位小友受了伤，却还如此英勇。你谁啊？问得好。我的名字都写在我背后的这把刀上。小友，你手上的这柄剑，应该是天下第4名剑——心剑。哼，亏你还认识。怎么？是不是怕了？你手上用着新月姐姐的剑，但这憨劲儿倒是和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怎么会认识我父母？哎，何止认识？来，让我试试你的剑法，看看你小子有没有你父母当年的风采。他受了重伤还未好，若是由你来试他的剑法，怕是会要了他的命。太长了。叶将军这么大架势，怕是要拆了我雷家堡。师叔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你阿爹最好的兄弟，如今的北离中军大将军叶孝英。人屠叶孝英。岳大将军，什么风把你从天启刮到这儿来了？哼，贺兄，你以为我想来你们雷家堡啊？啊？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和你们扯上关系，可是我女儿好似在你们这儿，那你说我该不该来啊？阿爹。闺女，没受重伤吧？那就好。她是叶孝英的女儿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喜欢她？闺女，你在雪月城说的那个人，现在如何？楚河身受重伤，正在堡内疗伤，能否得救，就看今天了。你们遭遇了一路追杀，我送回将军府的情报被泄露出去了，是我大意了。哎，无需自责。走。小子，我刚才就是想试探一下你，毕竟是故人之子。不过你没让我失望。话说起来，你刚出生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。见过师叔。好，走。叶孝英此时前来，绝不是看女儿那么简单，他是冲着里面躺着的那位来的。啊？师伯的意思是，他带这么多人前来，到时候只要他一声令下，这些人闯进雷家堡抢人，我们根本拦不住。我拦得住。萧瑟，萧瑟，我不开门，都别进了。雷无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想看看萧瑟有没有事。这还是吴昕第一次对我这样。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？这便是回光返照，连功力都比平时涨了不少。
这应该就是3日丸的代价。他现在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会在瞬间涌出，这股力量能在1炷香之内所向无敌，但是1炷香之后，他就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剩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先制住他，随后打通他的引脉，卸掉他所有的真气。此后，他将终身不能习武，甚至连走路都成困难。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。终身不能习武。我希望他不要怪我。罢了，我也曾化去一身功力，却得了大自在。继续吧。住手！你们都让开！你就是那个小神医吗？我曾见过唐莲的一手万术飞花，可真心不如你。番绿双白花，这是极其稀有的草药。你们2个功力如何？勉强，还行。生死关头容不得还行，请你们再回答我一次。北离前世，域外第一。很好，我希望你们助我将他的内力逼回隐脉之中。之前我们便是这么做的，只是刚把内力压制下去，马上又会窜起来。这一次我会封住他的隐脉，你们要做的只是将他的真气再次逼回隐脉之中。我还有9枚印阵，足够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那个，敢问阁下是何人？是剑仙中的人吗？不是，只是个路人罢了。碰巧里面那位妹妹赶路，但马又跑不动了，我顺便把她送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算是我们的恩人了。多谢。啊，别客气。我说侯爷，我还坐这儿呢，别演戏了。大将军。哟，这位是侄女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可真像她娘亲呢。见过蓝月侯。今夕蓝月侯，你认他？我也只是听说过名字。他是当今圣上年纪最小的弟弟。啊？那个，打断一下，你们一个侯爷和一个大将军，你们俩在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还不知道里面躺的那位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我朋友萧瑟嘛。萧瑟，他是永安王萧楚河。永安王萧楚河？就是那个在殿前替琅琊王争辩的永安王，就是那个17岁就逍遥天境的绝世之才。师姐，他们说萧瑟就是永安王，萧瑟就是萧楚河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永安王就是萧瑟。哇！哎，师姐，师姐，啊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难道不激动兴奋吗？小兄弟。你为何如此兴奋啊？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我当然激动兴奋了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告诉大师兄这个激动的消息，快去！哎，无心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知道了吗？无心，萧瑟怎么样了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。里面那个小姑娘，她真是个神医啊，没用几针。就将萧瑟的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过，
那个小神医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们跟他说话可得小心一点。那就好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侄儿。过此见者，杀！刚才忘了问这位小兄弟的身份了，你是何人？为何不让我们过去？青龙，天启寺守护，列东方位。青龙，你是李新月什么人？家父雷梦莎，家母李新月，家姐李寒衣。原来如此。雷无节，他们也只是想看看萧瑟的伤势，如果有什么，等萧瑟。佐伊姑娘，恕我不能让开。我要去。萧瑟，你逞什么强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没出海就已经死了。皇叔，我要治好隐脉。治好隐脉，丢了性命又有何用？国师是治不好你的隐脉，但他能保你下半生无忧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然后呢？像个废人一样度过一生吗？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去试试。没人拦得住我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皇叔陪你去。不就是去趟海外小岛吗？从东极出发，用不了半个月，就能到达三蛇岛。皇叔，怎么？叶将军，六皇子有何吩咐？还请二位速回天启。我这回出来，是奉你父皇之命，必须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皇叔，请看我的手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这双手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，也曾于庙堂之上怒斥龙颜。可现在这双手，连握紧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认识的萧楚河会这样度过一生吗？这皇叔也想帮你，但皇叔1年之后，此时此刻，不管我伤是否痊愈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等着各位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。好，如果是换做别人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都能做到，1年之约，雪月城相见。萧瑟定遵守诺言。萧瑟，好名字，但我更期待你以萧楚河的身份出现。楚河，那一日，我会率领你父皇的1000虎贲狼，高举着我们萧家那金色的神鸟大风旗，在雪月城下高呼你的名字。记住，你是我们萧氏的6皇子，北离的永安王，你的家永远在天启。六皇子，那就等你回来。叶将军慢走。若依，既然3城主看你的病那么久，也没有好的方法，那咱们还是找国师，想想办法。走。若依，听话。
我觉得你有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走的时候就看了2个人，一个是萧瑟，那是旧相识；还有个是你，那是新欢。你一个修行之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好久没在一块了。我身份特殊，陪着你们的话，总让人觉得我是心怀不轨。啊？只怕还没有出海，就被千军万马给拦住了。虽然我是正义又善良，正义又善良，我没看出来。对啊，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说好了，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、沧海绝境、天涯尽头的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这次回来，是为了了却旧事吧？不，主要是来看你的。满嘴胡话。彼此彼此。走了。期待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。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雷无节，去仙山的路上保护好他。怎么只有雷无节啊？还有我呢。这天启4守护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什么天启4守护啊？那都是别人强加给你们的身份，不用管我。哎，那个什么青龙守护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？我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有气势。吓唬吓唬人罢了。我帮你，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哟，什么朋友？那自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。萧瑟，这一点你就无需再坚持了。你想回到从前的那个你，那你就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吧。大师兄，萧瑟，来吃螃蟹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那个臭小子，让你出去买东西吃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哎，那可说来话长啊！我去了他们这儿鼎鼎大名的海鲜鱼市，那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呢。哟，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，那你就带回来一点螃蟹。那因为这便宜啊，这么大一盘，童叟无欺，只要10个铜板。雷师弟考虑的也没有错，我们出海还需要借船，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银子。不要生气了。笑话，我乃雪落山庄庄主，曾经在千金台赢下过一座城池，我会坐不起船，买一艘给你都行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萧庄主威武，萧庄主霸气。那萧庄主这个螃蟹就是不吃了是吧？放下。嘿，那就吃吧，吃。在哪弄的破贝壳啊？哦，这贝壳啊，我是在他们当地一个渔民姑娘那儿买的。我买她的贝壳，她帮我打听船的事情。你打听到出海的船了？当然打听到了，但是啊，他们这儿的船根本不可能出那么远，那官家也不让开。不过有一艘叫雪松长船，它可以开到很深很深的海里。雪松长船？嗯。那船上还有一面很威武的旗帜，上面好像是一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那个旗上的图案是凤凰羽飞，乃是青州穆家的族徽。青州穆家？青州只不过是一个范畴，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青州9城。这9城均乃商城，占据北离8成的商业，亦是北离最大的经济中心。也代表了天启的财富。这么说，青州9城就是你们家的藏宝库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9城之中，穆家被称为青州首富。幸会，在下穆春风，不知3位少侠如何称呼？萧无心。雷震宇，唐13少。诸位就是想骗在下，在编名字上
那不能花点心思呀？萧瑟，人家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要不咱们就别变了，不然显得怪不坦荡的。在下雷无节，行走江湖堂堂正正，用假名确实不对。在下萧瑟，糊涂了，我这本来就是个假名，又何须占便宜？在下唐漠河。啊，江湖上谁不知道我的名字？都是好名字，请坐。诸位少侠看着都不像本地人，不知为何来这海边小城啊？我们3个是同一个师门，我是他们的师兄。啊，此次也是奉师父之命，带2位师弟出来游历，去看看那穷山之巅、沧海尽头。伏天沧海尽，入云穷山巅。想要看到这沧海尽头，也只有我们穆家的雪松长船能够做到。不过，我需要3条蛇的蛇胆，诸位身手都不错，不知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？你要找什么蛇？金线、银衣、铁琉璃，都是剧毒的蛇胆。你要它做什么？不瞒诸位，在下有一朋友得了一种怪病，久寻名医无法得治。我偶然在一古籍上寻得一法子，上面需要这3条蛇的蛇胆作为药引。是什么病？殿后桃花漫天下，堂下何须了姻缘？锦帐风云难相会，枉负桃花滴露恩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好什么诗？不懂就别瞎夸。他要做的是壮阳药。萧兄说的直白了点儿，不过确实是这样。那你的那位朋友，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怎么会？这取蛇胆如此凶险，阁下为朋友舍身赴险，很难不让大家怀疑，此人就是你啊！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得此病的是我大哥。此行呢，一来是为了给我大哥治病，二来也是为了寻找些药材。哦，那这病难治吗？容易得吗？你还小，不懂。其实我也不懂。啊？感情就只有我懂是吗？你们俩这样弄得我很尴尬。其实我也是博学而已。诸位若是愿意帮忙，纵使天涯海角，也一定给诸位送到。是吗？我们要去的地方，真就是天涯海角，比三蛇岛还远的地方。不如这样吧，穆公子。到了三蛇岛之后，我们替你找蛇胆，你为我们留下一艘小舟，原地等我们7日，怎么样？那若是7日之后，诸位还未归来呢？自然是不用再等。你们如此冒险，真就是为了看那沧海绝境？能见世间人不得见之境，不值得吗？确实值得。几日后出航？再等3日，等召集了足够多的捕蛇人之后，咱们就出发。好，3日后见。等一下，方才听我手下所言，这位雷兄内力深厚，连金线蛇都为之而躲。这位唐兄内功更是深不可测，虚空弹指，神乎其技。却是不知道，萧兄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没有本事，但我这2位兄弟愿意听我的，够吗？很好。卖鱼了，刚捞上来。这个穆兄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我见多了，都自以为风度翩翩，气宇不凡，事实上没什么城府。听我说了2句想去海之绝境的话，
就好像是找到了知音掏心窝子，挺好评。哎，萧瑟，那你之前也是这么想我呀？之前算我眼拙，看错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装穷，想不到你是真的穷。好了，总之我们找到出行的船便好。接下来我们，大师兄，刘无杰，哎，出船的费用我替大家省下来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吃顿好的？那我们去找珍珠姑娘吃千鳗鱼去。好，走。哎，马上就要出海了，我这还有点激动呢。你小点声，再让别人听见咱们是没出过海的土包子。那像你这么说，你去过？没去过。你也没去过。人这一生若是没见过大海，还真算不得完美。穆公子，穆公子居然也出来闲逛，看来这捕蛇的好手是找到了。差不多了。3位兄弟也尽快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就要出海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回客栈收拾行李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们一同前去，顺便逛逛这鱼市。行，走走走。要不咱们晚上吃一顿再走吧？没钱。没问题，我有钱。哎，穆兄弟客气了。哎，那我们去问问珍珠姑娘，这段时间她也帮了不少忙，得照顾一单大生意才行。好说。那是谁啊？看起来不像暗河的人。紫衣蟒袍是大内宦官的服饰，他是宫里的人。穆公子猜得不错啊，此人正是当世5大剑之一，掌剑剑解威公公。5大剑之一，他是你们的朋友啊？跟你们一起出海？那我这艘船可真是蓬荜生辉了呀。可惜啊，他是来抓我的。抓你？萧瑟。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师父乃是天启城掌香剑锦仙公公，只可惜我对练武毫无兴趣，更不想净身入宫。一番争执之后，我逃出天启。这2位朋友也是我在江湖上偶遇的，若是没有他们，我连这儿都到不了。只可惜啊，在这儿又要被截住。素闻天启5大剑权势通天，想不到竟霸道至此，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逼人净身，是，简直令人发指。萧兄，既然你上了我的船，就是我的人，我庇护你周全。那就多谢穆公子了。公子，随我回天启吧。跟你回去，那公子不就要变成公公了？你是谁？在下穆春风，青州穆家3子。原来是穆家公子。在下无意叨扰你们穆家做生意，只不过你这队伍中有一位客人从家里逃了出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才是。还望穆3公子。那若是我们不让你把他带走呢？这件事，我知道，明剑渊眼，因为剑下防轰过多，戾气过重，而未被列入剑谱的明剑，曾是太祖皇帝的佩剑之一。休想！穆公子，停手！洞千山，洞千山，10大名剑之一，洞千山。身穿金缕衣，手握洞千山，穆家还真是阔气。哼，我看简威公公并无杀意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不如这样，你我单独找个地方聊。对了，小子，你跟简威公公立了个什么约？
3日之后在海边决战。决战？他这都信啊？简薇眼中的我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永安王，不可能用这么卑劣的小手段。哎，这可怜的静薇公公。好啊，你个萧瑟，当时也是这么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现在可都不能回航了，否则萧瑟就要被那个太监给抓走了。千洛，不是让你回雪月城通知3师尊了吗？你怎么又偷偷跟过来了？信鸽就能完成的事儿，干嘛非要我亲自跑一趟？而且你们还说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，还好我没有像那个警卫一样上了你的当。萧瑟，你个大骗子！刘杰，哎，把你师姐抓住，让穆家再送一条船来把她给我送回去。好。做梦！还是算了吧。怂包！你们认识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你们认识？其实不太认识，只是路上偶遇，千洛姑娘说也想出海一趟，就一同随行了。哦，你肯定是看千洛师姐长得漂亮，才带她一起的吧？怎么会？在下只是敬佩姑娘年纪轻轻，却有一览沧海之心愿，甚是钦佩呀。那如果千洛师姐天生生的不美，你还会千里迢迢的带她同行？那应该不会了，毕竟路途遥远，多带一个人，就多一分累赘。那你可知，千洛师姐此行并不是为了看海而来，而是为了一个人。什么人啊？他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让人看笑话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对了，穆兄，你之前里面穿的是什么呀？那警卫公公一剑劈下来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。嗨，那是我穆家的金缕衣。金缕衣？金缕衣，穆家珍宝，刀枪不入，毫无破绽。不管是10岁孩童还是军武壮汉，穿在身上都出奇的合身。这么厉害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那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过昂贵，没人负担得起，以至于它的铸造者吴六甲和机关门全都破产了。剑是李肃王铸的洞千山，甲是吴六甲造的金缕衣。青州穆家真有钱。嗨，钱财嘛，都是身外之物。这话就只有有钱人来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该好好聊一聊了。你要聊什么？聊一聊你们究竟是谁？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？你们一个姓雷，一个姓唐，一个姓司空，甚至还有人姓萧。这些姓可都是北离鼎鼎大名的姓。虽然大哥说我读书读得有点傻，但我不是真傻。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，雪月城的3城主叫司空长风，惯使一杆枪，所以我猜你是司空长风的女儿。天下皆知，司空长风育有一女，只是从未出过雪月城。说得不错。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唐漠河，你是雪月城的大师兄唐莲。看来你知道的不少。没想到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有名的人物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虽然你的名气没有他们2位大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其实我对你更感兴趣，因为你的师傅是个绝世美人儿。这你都知道？嗨，那你快说说我是谁？你就是骆明轩。我才不是那个赌鬼呢！我叫雷无节，雷家堡的雷。我师父是李寒一，位列5大剑仙，雪月城2城主呢。你师父是李寒一？此话当真？放心吧，我们隐瞒了这么久的身份，若不是他真被你气着了，这傻子也不会跟你说实话。哦，那你是？别猜了，我虽然是雪月城弟子，但我不会武功，在江湖上更没有什么名号。我大概知道，你去雪月城是做什么的。这都猜到了。天下皆知，司空长风跟药王辛百草学过医术，乃是天下1等1的神医。
你去找他是为了治病，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治好你，因为从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你是一个将死之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自幼学习医术，不会看错的。他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以为此行若是没有结果，我们还可以回天启。原来此行不成，一切便都是结束了。抱歉，我别无选择。所以你们此次出海是要找一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有能治好你的人。我劝你把所有猜测都停在这儿。穆某不才，略通医术，或许你们在这儿就已经找到了能治好你的人。诸位可知，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多少时日了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晃晃荡荡是一日，晃晃荡荡又是一日。我们已经快到三蛇岛了。这么快？跟我估算的差不多。马上就要跟大家暂时分别了，今日请大家喝一次酒，就当是践行了。我们这次离开，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哎，海上分别从来不说不吉利的话。穆公子，你在岸上帮我们挡过一次长剑剑。是啊，那家伙居然要抓你回去做太监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是骗你的。萧瑟，无妨。我们这一路欠了穆公子太多，若是他以后因为出手相助我而陷入险境的话，我会过意不去。那这么说，你的身份极其特殊喽？你叫萧瑟，你是皇族之人？不错，我乃萧氏皇族，本名萧楚河。萧楚河，永安王。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为何不能如此激动？现在想把我们扔下船，来不及了。你就是那个为琅琊王庇护而甘愿获罪，丢掉皇子身份流落江湖也不肯回头的永安王。好，太好了！我听闻你的故事很久了，我很欣赏你。世俗所论，我乃获罪之身。哼，你可知那只是世俗所论？琅琊王是何人？怎会谋逆？书上没有这样的道理，这天下间更不应该有这样的荒唐事。我只恨无法与你并肩站在一起，去论一论那公道。你果然是财主家的傻孩子，穆公子。若你上岸之后遭人刁难，去找金衣兰月侯，他会帮助你的。金衣兰月侯也是妙人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来，先喝酒。此酒名秋露白，乃是帝都天启碉楼小筑所酿。据说只有每月15那一日，他们才会拿出3壶来招待贵客。就算是我们青州穆家，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弄来了这一瓶。萧兄是皇族之人，想必十分想念这酒吧？哦，穆春风，我好心提醒你。你知道萧瑟的身份，你想要表忠心攀关系，这些都没什么。但你应该先问问他想不想当皇帝，小心又看走了眼。想不想当皇帝又如何？我是个商人，你可以怀疑我居心不良，但绝对不要怀疑我眼光不行。哎呀！此酒名寒檀香，乃是男爵落香城的名酒。酿制之后，藏于百尺寒潭之下，1年后取出，为凛冽
还有淡淡桃花香，比起这秋露白更胜一筹。寒檀香，确实是不可多见的佳酿。哼，你们不大爱喝酒吧？爱喝，我非常爱喝。那你们平时都爱喝什么酒啊？风花雪月虽然绵柔了些，却是最常饮的酒。不过不同的节日该饮不同的酒，桑落、清风、屠苏，都是好酒。但是最好喝的还是那7盏星夜酒，只可惜能喝的机会很少，偶尔蹭一蹭30尊的光。你能喝到7盏星夜酒？我也常喝，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呀？我觉得不如风花雪月好喝，太烈了点儿，不够甜。你是不是忘了我师父是谁了？哦，嗨，来，喝酒，喝酒，枭兄。敬诸位。好香的桃花味儿，酒不错，确实是好酒。堂兄，春风也是好酒之人，不知此次回到北离，可否带春风喝一次那星夜酒啊？啊，实在惭愧，最后一坛酒，上次被我们几个偷偷给喝光了。师傅在外出云游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也罢，上次如剑仙不是送了你一本酒经吗？你们没写酿酒之法吗？酒经？堂兄可否借我一看？你喜欢酿酒啊？竟然是这本书！果然是这本书。这本书很珍贵，太珍贵了。不行，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再看下去与偷窃何异啊！木兄言重了，一本酿酒的书，我也没什么兴趣。只不过这是前辈所赠，我也不方便赠与你。你若喜欢，拿去看2天便好。糊涂！小白连服30杯，指尖好气响春雷。虽然我也只是听先生提过，所知甚少。不过我所珍视的东西，绝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喝过大城主的酒，第2天早上起来功力突飞猛进。莫非那酿制之法也在这本书中？师傅酿的酒的确可以提升境界不假，难道真的是从这本酒经里学到的？就算不是，大师兄你学了以后，也可以让我们饱饱口福呀。你们俩少喝点，这酒虽然好喝，却是烈酒中的烈酒。好酒！刘琦，去哪儿啊？我与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昔。我与借船向东游，穿越仙子迎风逆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要腾民我喝我们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现青山，长风万里雁归来，无限天涯人不回。不见天涯人不回，好诗。这诗诗意豪迈，却从未耳闻，不知是何人所著啊？是世间少有的奇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
过了这么久，终于快到了。前面就是三蛇岛了。穆公子，请放心，你要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替你抓到的。不必了，他的身子快撑不住了，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。至于三蛇岛的事，就交由我们穆家自己来解决吧。好，那便多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些毒药，你们捕蛇的时候或许有用，拿着吧。多谢。穆公子，这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去岛上看看仙人啊。不了，比起拜神仙，还是我兄长的春天更重要。萧兄，这三蛇岛以后的世界，就没有人再见过了。你们能找得到吗？况且，茫茫大海，你们又拿什么来辨认方位呢？穆公子有什么建议呢？此次出行之前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我们特意请了一位观星师。我以前也学过观星之术，倒也能自己分辨方位。你的那点观星术能派得上什么用处？叶姐姐，叶姑娘，你不是随大将军一起回天启了吗？我不是真心想回去的，便找了个机会出来了。那你真心来这儿是？自然是为了助他。父亲怎么想我不知道，我只想助他回到天启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帮过你。不，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朋友就应该远赴万里的互相帮助。你倒是开心了。许久没见了。啊，许久不见了。那个，你又漂亮了。哈哈，叶姑娘年纪轻轻，能力却超过那些浸淫观心术几十年的大师们。我还纳闷儿，你为何愿意来我这儿应招？原来也是为了萧兄啊！正好，我们去三蛇岛是有地图的。叶姑娘，你就随萧兄一同登岛吧。多谢。萧兄，你想我几日后来接你？我还能活几日？5日。那就7日。7日后来接我。好，7日后我会准时来接诸位。诸位一定要平安地活下来。多谢穆公子。多谢。我会。这就是大叔主在地图上说的暗流吗？对，前面就是暗流。梁无忌，小心！抓紧，快点！大人抓稳了！抓紧我！果然是海外仙山。啊！
死了！我可没空欣赏这些什么美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找个地方睡上一觉。这样的美景，没有了仙人才可惜了。海外有仙人，可乘云而起，御风而行，其天下共存，与日月同乐。说的大概就是这样。贵客临至，荣幸之至。仙人，冒昧拜访，还望仙人见谅。这些年，已经很少有人能来到这里了。既然来了，便是缘，何来的冒昧？哎，这仙人看起来挺好接触的，咱们走。我总觉得这仙人身上有种很熟悉的气息。你见过他？好像见过，又好像没见过。还不知道你们从哪儿来？啊，我们是从北离过来的。北离，许久不曾听到这个名字了。啊，仙人知道北离啊？我不仅知道，北离是我的出生地。我曾经在那儿待过一段很长的时光。看来你们赶了很长的一段路，大家都很疲惫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强撑着了。多谢仙人。哇，哎，仙人，您能不能不用手指我，请您摸一下我的头顶？为何？啊，书上说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，我想得长生。从前有一个人希望我摸他的头，然后呢？后来我把他修到的山崖地上击碎了。啊，那个，要不然还是指一下吧。哦，点一下我的眉心就好。所以说是二位有事寻我，为何猜测是我们二位？他们三人虽然身心疲惫，但气息醇厚，睡一晚上即可恢复。可二位有所不同，一个气息紊乱，就快要死了；一个天生有缺，应该早就死了。果然是神仙，连脉搏都不需要拔，看一眼便知道他们的病机。先生说的没错，你身上有一股很熟悉的气息。仙人，我们见过。你不用叫我仙人，我叫莫一。莫一先生，你究竟是仙人还是？哎，我已经60有4了。啊？你看起来跟大师兄差不多大，果真是神仙啊！我师父曾经告诉我，仙人境界有所不同。如今的我，只能算得上地仙。地仙，所谓地仙，就是能改地上之事，改不了天上之命。先生，那我们的事儿算地上之事吗？自然，他们俩我都能医，也都可以医。那太好了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神仙也会谈条件啊？自然，我助你们成地上之事，你们得帮我改天上之命。前辈要改什么天命？我要一个离开的人，重新回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如何帮得到前辈？你最多
只有3日，明日我向你们要一样东西，你们若给了，我便医好你。什么东西？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。莫一先生，请问你可曾见过我师父百里东君？他1年前离城而去，说是要到海外仙境，求得一味酒饮。不知先生可曾见过他？我很多年前见过他，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他酿的酒很好喝。自从那一次别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或许他骗了你们。3日之后，我给你全新的体魄，你们给我想要的东西。这算哪门子神仙啊？还要跟我们做交易？你去寺庙求平安，也要烧上3炷高香。更何况我们是有求于仙人，付出点代价也是正常的。不过我实在好奇，我们身上有什么是仙人所需要的？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比起仙人来说，他更像我们江湖当中传言的另外一种境界——神游玄境。对，可静坐闭目，神思却畅游在千里之外，乃是逍遥天境之上的一品至高境界。就连我师父都未曾到过这个境界。而莫一先生的御风而行、瞬息而移的身法，更是与这神游玄境很是相像。不管是神仙也好，神游玄境也好，我总觉得这个莫一怪怪的。我跟随国师起剑咒修行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身上的气息与国师很像，似出自同一道门，甚至他身上的道家仙气更胜于国师。可是提到愿望的时候，他的眼神突然变了。变什么了？由仙堕魔，不寒而栗。这位莫一先生，跟我们想象的有些不同。那怎么办啊？萧瑟的性命只剩下3日了。先经过起变吧，看看这3日之内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呢。你们待在这儿，我去找我师父。哎，大师兄，你放心吧，我了解我师父的，他只要答应了，他一定会做到的。我相信他一定在这个仙山里。我也认为百里东君来过这里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期限已到，我来取我想要的东西。你要什么东西？你。我。就是你。列阵。三才阵。难怪你身上的气息如此熟悉，你是黄龙山的弟子，你的身子应该不能修道才对。正心，心魔，星云，天师牌。整座黄龙山除了我和我师父，也只有齐师兄有这样的境界了。难道你是齐师兄的弟子？可他们3人不同道法，这3才阵全靠你一人撑着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尔等见仙人，为何不跪？可以。注意！
很好，却还不够好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小心！若依姐姐，注意！百里东君呐，莫一先生，若依，你没事吧？幸好大师伯及时赶到。师父竟然能跟仙人平分秋色，莫非他的境界又长了？神有玄机。昔日我救你于危难，今日我助你酿成了孟婆汤，你却来坏我好事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莫一先生，你想以叶姑娘的身躯来复活你的妹妹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已入魔，还请放下执念，回头是岸。你算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？那就没办法了。先生与我有恩，所以请先生先出手。就凭你，也值得我出手？请。大梦一场之后，你的确精进了不少，但仍不是我对手。的确，我与你相比还相差甚远，所以我只能用一些外力相助了。借诸位武器一用。百里大城主居然能同时操控3种兵器。天下武学尽在我手，纵是仙人，亦斩于身下。离开后，便喝下瓶中的孟婆汤，可保你不死。快跑！走，走。若依姐姐，这是谁啊？今天见证齐天辰。哟，小王爷，
哎呀，小王爷别来无恙。多年不见，老天师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。难道剑正也进入了神游玄境？哦，我不如百里城主，还没到那种神游玄境的境界。这次只是仗着寻龙阵的威力，才得以让神司神游千里而至。师弟，多年未见了。师兄好。故人重逢，物是人非。如今师兄我已是须发皆白，可你却依然是容貌依旧如故。看到你还活着，师兄很开心呐。只是你身为黄龙山传人，却入了鬼道，实不应该。怎么，师兄你也想阻止我？可如今你我之境界，犹如天差地别，你拿什么拦我呀？好，我让师兄30。衣柜相遇恩，若不是当年师兄回头一望，我已死。再会。二贵师门恩，没有黄龙山，便没有不义。再会。三贵同床情。国师打了他3招，他毫发未伤，咱们联手能打过吗？还差一个人。谁？你师从学堂入仙之后，我出生玄门，一国之师，还差一拳降魔，自在无敌呀！唉，既然差了一人，那也只有以命相搏了。机会甚渺。哼，当年我孤身挑战叶挺之的时候，整个天下都觉得机会甚渺。好，就让我为百里城主开路。这是什么拳法？这不是拳法，是剑术。以腿为剑柄，身为剑身，拳为剑手，指为剑尖，真正的以人为剑。这么精彩的决斗，我却只能在下面看着。这样的决斗，除非是逍遥天境的强者，否则根本无法参与其中。逍遥天境吗？雷无杰，你现在的身体还承受不了逍遥天境，如果再次强行破境，会死。剑正刚才说的话，你也已经听到了吧？还差一拳降魔，自在无敌。你忘了，我曾学过一套拳，至今我还听那人的话。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，无敌伏魔神通，每天都打一遍。说我死了，但我们赢了。
若曦，可不要忘了我。雷无极，好一招降魔拳法！你很好，可惜这一战看到的人不多，不然你也能一战成名。千诺，还有力气吗？有。把枪扔出去。扔！小四，前人说太上忘情，说的就是忘情，而不是无情。你没有忘掉心中的执念，却让自己变得无情。我对你很失望。你是谁？我是莫一，仙人莫一。你是莫一？不，我才是莫一。瑟瑟，来救城主！瑟瑟，小四，我乃陈氏折九仙，借罪之上青天9000丈，求见9000仙女迎风舞，惩戒仙人一罪。破！经此之后，世间再无如此绝世之相。笑什么？在我们青州穆家人的眼里啊，我一直就是一个异类。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让你从商，你去学医。此事一点，我有一个大哥患了病，可能不会有子嗣，所以我就是穆家下一任家主。但我不想做什么家主，我要给我大哥治病。若是治好了他，家主之位就定然是他的。所以在青州人的眼里，我就是个傻子。家产万贯，却不近人情，又能聪明到哪儿去？那些青州人才是真正的傻子。我外公之前告诉我，让我帮他找一找，他所造的名剑洞千山到底在谁的手里。此番回去，我一定要告诉他，在一个值得拥有他的人手里。当时阻止我出海的人有很多，我对他们说：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，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他们说我读书读傻了，可傻的却是他们。人生100年，财富带不走片分，唯有情谊可以留存于天地之间。孰轻孰重？
他们却衡量不出。所以我离开了荆州，离开了那些人。遇到你们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和我是一样的人。我们是怎样的人？少年。少年。我们都是少年，书时不卑，吟时不谦，手中握剑，心中有意。见海辽远，就心生豪迈；见花盛开，也不掩心中喜悦。前路有险，却不知所谓；友友在旁，就想醉酒高歌；想笑了就大声笑，想骂了就破口骂。人间道理万卷书，只求随心随性行。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。什么呀？我们长得都很好看。长得好看的能被称为少年，长得不好看的，那就只能叫做年轻人了。师姐，你刚才怎么不看我呀？因为你是年轻人啊。我长得有那么丑？萧瑟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问吧。那天我们在雪落山庄相遇，是巧合吗？确实是有些巧，就像是被安排好的一样。刘姐，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将来吧，有机会再告诉你。大小姐，萧公子，雷公子，有大师兄消息了吗？大师兄他迎战暗河，已经牺牲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就说大师兄死了，尸体已被唐门接回，我亲眼所见。你肯定是看错了，快给我滚！萧瑟，快派人去唐门问问清楚，或许真的是看错了。门主说，大师兄生当尽职，死亦无憾，还请大家切莫悲伤，需以大局为重。怎么死的？大师兄喝了7盏星夜酒，力竭而亡。何人所杀？暗河谢家家主谢七刀，还有21名杀手。大师兄凭一己之力，与他们同归于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，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！门主确认了。我说了不可能！那么多次，大师兄每次都能死里逃生，凭什么这次不行啊？啊！这才没有我们拖累，没有我们拖累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门主说，之前就听大师兄所说，杀死老太爷的凶手也是暗河。如今我们的敌人皆是暗河，到了报仇之时，他们定会竭尽全力。这边就先行告退了。我要杀过暗河，给大师兄报仇！
刘瑾，不要被仇恨占据内心。师兄因我而死，这仇我背了。帖子都送出去了，千金台那边也反馈说明天就可以开宴。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萧瑟，你是担心明天会有人不来吗？不来就不来呗，总有些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如果所有人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？不会吧，所有人都不来啊？那可说不好，毕竟现在的天启城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总有一样的事啊，要是所有人都不来，那岂不是很尴尬？一样的事，那就是他们以前不是我的对手，现在依然不会是我的对手。哎，公子，最后一个了，可九九道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可以接帖的人。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天启城了，为什么会寻不到人？九九道说，他们几乎把天启城掀开了找他。这个人莫不是早就走了？罢了，只可惜他见不到这场精彩的宴席了。你说的是谁啊？给你个惊喜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宾客至，北离监国太师董柱大人到。太师。太师，你回来啦？是啊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毕竟，这天启城才是你的家呀。不过，你比以前更好了，果然在外历练一番很有必要。孩子，你要懂得你父皇的苦心呐。萧瑟记住了。秋风萧瑟，天气凉，草木摇落，露为霜。你这个名字听起来虽然有些凄凉，但是更有一番意境啊。太师，我们落座吧。哎，好，落座。二位，请上座。好好好。楚河，这千金台的茶再好喝，也不能一直喝呀。这太师不发话，有人会拿你对太师不敬做文章的。再等等。等多久？何时开宴？再等一炷香。你是要等他俩？他们不会来的，他俩没这么容易认输。那就罢。二爷，殿下，开宴。开！等等，我虽然没说要来，但也没说不来呀。这么着急开宴做什么？就不能等等我？王爷，侯爷。老夫虽然对吃喝没有兴趣，但是永安王的宴席还是可以尝一尝的。哎呀，国师啊，太师，太师，咱俩有好些日子不曾见面了，可不是嘛？国师，你总不上朝，只是在祭典和国宴这种场合，您才现身。而老朽每日上朝，却从不参宴。没想到，我们多年的重逢，居然是在这天启城的第一赌房啊！
啊！不知太师今日为何而来？一段情谊，巧了，巧了吧？国师，太师，请上座。王爷请，侯爷。国师，太师。你现在可以等一炷香的时间了。不必了。两座王府离这儿都不远，相信剑正在带着小道童悠悠前来的路上，消息就已经传出去了。宾客至，白王殿下到，赤王殿下到。你们是饿死鬼吗？来这么快做什么？就不能等等本王？参见白王殿下，赤王殿下。免礼。二位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六弟，好久不见了。六哥，你黑了，也瘦了。既然回家了，就别往外跑了，在家好好保养保养。放心吧，我这次回来，短时间内都不走了。如此甚好。我原本以为二位今天肯定不回来。府上刚才有些急事，所以耽搁了些。六弟在外游历多年，终于回京，做皇兄的，自然不会不来。六哥面子大，四大豪商、朝堂百官都登场，连太师和剑正也都来了，我又怎敢不来呢？不管七弟想不想来，终究都是来了，来了便是客。二位入座吧。和你坐一桌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的位置在那儿。开宴。开宴！各位，都喝好了吗？喝好了，喝好了，喝好了。那我这杯酒，敬大家。敬永安王殿下，永安王殿下。怎么了，藏明？永安王揭开了千金台上的石壁帷幕，石壁上刻着“殿”字。唐林，
安息吧。这是展帅五服中最重的丧服。殿下，我们先行离开吧。天启世家和朝廷百官都在这儿，他不敢乱来的。你若是能亲眼见到此情此景，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乱来了。这比提剑杀去泰安殿也差不了多少。上墨菜。按照御宴的规格，菜都已经上齐了，怎么还有墨菜？豆羹饭。豆羹饭是什么？听起来不太好吃啊，师傅。在我师兄生活的地方，人死之后，死者的家属会摆上一桌豆腐宴，邀请死者生前的好友前来赴宴。宴席之上不会有肉品，只会有各式各样用豆腐做成的菜肴，其中最不可少的就是你们面前的这碗豆羹饭。服豆腐可得长生，死者已逝，生者尚存。希望各位在吃了这碗豆羹饭之后，从今日开始，都能好好的在天启城活下去。在我们青州，主人请去吃豆腐宴，客人是不能拒绝的。毕竟死者为大嘛，大家说呢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太师应该是南方人吧？是啊，在我的家乡，人死了以后啊，都会吃上一碗豆羹饭。可自从来了天启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到这种豆羹饭了。希望我死了以后，大家也能为我吃上一碗豆羹饭。哈哈哈哈哈！苍明，拿来吧。要吃你们自己吃吧。龙雪，我们走。你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吃那碗豆羹饭？你的大师兄死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很快就知道跟你有没有关系了。哼，有意思。在这里杀了我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天宁蕊，请你先离开。大师兄的事，我自会给你们交代。这里的事听我的。
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听说你的病已经好了？好了。好了就好啊。饭都吃过了吗？刚准备散席。还有什么剩饭菜呀？姑饿了。就只剩下豆羹饭了。拿来，让姑尝一碗吧。姑曾听蓝月说过，他游历时那些见闻。所以楚河是有人去世了吗？是我师兄。你长大了，姑不会再像当年一样管教你了。要做什么，便去做吧。好。诸位爱卿，都起吧。姑不是刻意的要怠慢各位爱卿，只是姑和这儿子已经好久未见了，所以不想让任何人打扰，和他聊上几句，请各位爱卿谅解吧。臣等不敢。走吧。陛下，华锦，你想留下吗？我这边有几个朋友，我跟他们许久未见了。那好吧，晚些时候让月离带你回宫吧。多谢陛下。起驾！恭送陛下。散席。他还是这天启城里唯一的天之骄子，一直都是啊。到今天见小憩片刻，老朽的荣幸啊。太师请，国师请。为何当初二哥去雪月城接你，你不肯离开，如今却还是回来了？我只喜欢自己做选择。你师兄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背后的那个人，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好，赞明。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很傻吧？是啊，用尽了所有人情，请来了北离国师，国之脊梁，制造了这么大一场盛宴，最后却把它变成了一场葬礼。叶姑娘，你叫我做什么？萧瑟聊起他小时候的事，我觉得有点像你。他这半老头子还像我？什么半老头子？怎么不是了？你成天懒洋洋、软绵绵，像结了冰似的。你不是半老头子，谁是啊？行货！
公子，宫里来信了。萧瑟，发生什么了？是蓝月侯送来的，上面说二哥一早上奏，请求父皇严查暗河行刺一事。好一个借机行事！白王趁此与暗河撇清了关系，又给了真正的幕后之人一个威慑。二位请。这青州穆家老爷子要是见到穆春风现在这副德行，还会不会把他那家主之位传给他呀？小点声。华神医，好久不见。神医，请坐。多谢。不过，怎么听着像在叫一个老头子啊？以后叫我师傅神医就好啊。哟，已经是师傅了。我带师傅去看了秋庐，师傅很满意。那还真是辛苦梁掌柜了。徒儿很孝顺。多谢师傅夸奖。当年船上见到穆兄时，只觉得是那般风流倜傥。唉，今日一见，穆兄溜须拍马这方面也甚有天赋啊。谬赞了，谬赞了。神医来我雪落山庄，可是为了父皇的病情？啊，是的，你父皇的病我早就治好了。虽然他的心急是因为心病，复发是早晚的事，但他不应该最近总是昏迷不醒。我怀疑宫里还有一位神医，皇帝陛下病情的反复复发，怕是和他有关。有人下毒？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若是平常的下毒，我必然能有所察觉，是一些很微妙，我也难以看明白的东西。前几日我在饮食里发现了猫腻，昨日又在熏香里找到了怪药。看来我必须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得跟我一起去。叶姐姐，你们以前经常来这儿吗？不止我，还有白王萧崇。小时候我们3个人经常在一起玩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问，你跟萧瑟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一直在等你问我呢，等到我以为你根本就不在乎。那是我很小时候的事了。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，所以不能经常出去玩，就经常一个人在这院子里发呆。你是谁？是我打扰你了吗？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家里？我叫萧楚河，我跟叔父一起来见叶将军的。你为什么会坐在这把椅子上？我身子不好，虽然师父总说我要多走路，才能有助身体变好，可我每次走几步就觉得很痛苦，所以阿爹给我打了这把椅子。来，站起来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那年我7岁，萧楚河9岁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问题。认主。难怪，叶姐姐，那你对萧瑟……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未来更重要。原来这就是白小堂啊！萧楚河，居然又看到你了。6位铁面官，好久不见。这里只有4位铁面官你见过。你知道，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能活长寿的人很少。想不到过了这么久，
铁面关还是这么喜欢自嘲。萧楚河，我们都很忙，你想要什么情报？我要的情报，在座的各位都给不了。萧瑟，再怎么说这也是别人家的地方，要不咱们稍微低调？无妨。萧楚河，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圣上恢复了你的身份，就真的有人把你当皇子了吧？萧瑟，你不是说这是你师父家的地盘吗？难道他们都反了？姬若风已经消失1年了，谁说白小堂还在他的掌控之下？萧瑟，他使的这棍子，跟你的无极棍好像。当然是因为，我也是白小堂的人。你是女的？她是我师父的女儿。七姐，师父去哪儿了？死了。什么？开玩笑的，不过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差别。当年我爹为了救你受了很重的伤，这些年他一直在药王谷里养伤。不过他倒是真的很关心你。之前你出雪落山庄，他亲自去打探你的消息。而今你回来了，他又让我赶紧过来帮你。帮我？是的。哎，凑齐了都。白虎列西方位。既然师父把白晓生的位置和令牌给了我，那么恭喜。以后来白小堂要消息，还不用给银子？欠了你的了。那我让师父帮我查的那件事，有结果了吗？究竟是何人伤了你？据你后来的消息看，那是一股极其阴柔的内力打断了你的经脉。我查遍了所有的武功秘籍，的确找到了这样一门武功，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哪门武功？虚怀武功。濯清大剑。是的，如今武大剑的师傅，上一任大剑濯清，他所修炼的虚怀功乃是世间至阴至柔的武功，且威力极强。只是很可惜，他的5位徒弟均没有学会这门武功，所以这个线索到这里就全断了。断了？为什么断了？因为濯清已经死了。知道了。萧楚河，你就该一回来就来找我们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们白小堂能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可你偏偏不来，我们又不好去找你，生怕打乱你的计划。其实也没有什么计划，只是觉得时机还没到吧。怎么，现在时机到了？我现在就有3件事，需要你给我答案。一开口就是3件事，胃口可真不小。怎么，要我告诉你谁是暗河幕后真正的主使？不，这个问题我心里已经有答案，所以不必再让白小堂去查。暗河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背后的人也要付出代价。但我现在要问的第一个问题，是关于那个卷轴。你终究还是为了那件事。可是你究竟要查什么？那个卷轴是否存在？那个卷轴的内容是什么？还是那个卷轴究竟在哪里？所有。我要所有关于那个卷轴的事。哼，真是狮子大开口。第2件事，我要你帮我去查1年内入天启城且尚未离开的下毒高手，我要一个名单。此事倒是不难，但我需要一些时间。至于第3件事嘛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应该比我更早来天启城，但是却迟迟没有来找我。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或许他已经离开了呢。不会的，他如果要走，一定会先跟我见上一面再走。哦，他究竟是你什么人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朋友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，问了蓝月侯，他说让我来问问你。他让你去医谁啊？他说是一个瞎子。小时候吃了别人拿来的一块糕点，后来就看不到了。如今过去20年了，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治。能治吗？
若是刚下没多久，我刑针逼出毒就行了。但下了20年，或许得换一双眼睛才行。啊？不，神医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你换一双眼睛啊？嘘，你就说医还是不医？你才是医者，救人治病本就是你的本分。况且这个人很有钱，不会付不起你的药钱，所以可以治。萧瑟，但是你到时候记得说，是我让你去的。长得是不错，可惜脑子不好。夜探雪落山庄，居然还穿一身白衣来。朱雀，你们暗河自己喜欢取代号，也喜欢叫别人的代号？白虎。白虎，这名字听起来也不……等等，你是白虎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天洛，住手！你为什么不叫他先住手？那积雪，你住手！你是在命令我吗？你们两个幼稚不幼稚？不是像雷无杰那样的傻小子，就是像这样冲动的姑娘。萧楚河，你身边就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守护吗？放着好好的大门不计，偏要鬼鬼祟祟的，这么怪事。从大门进来，你知道现在天启城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扇门吗？误会解除就好。想必这就是姬若风堂主的爱女了吧？总算是有个聪明的。既然来客人了，那我们就先走啦。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你嘀咕什么呢？这位姑娘，在下神医华锦弟子沐春风，幸会幸会。我知道。原来我已经这么有名了。哎，可我还没认识姑娘呢。积雪，小生今年20有1，不知姑娘芳龄几许，可有婚配？小生尚未婚。你也不打听打听别人是谁？千洛，他们俩很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跟萧瑟说话的时候很有亲近感？他们自小就认识。积雪的父亲是萧瑟的师傅，是这个世界上同萧瑟最亲近的人，甚至胜过他和皇帝陛下，所以自然有些不一样。哦，不过他对你才是真的不一样。对我也不一样吗？春风，我们该走了。师傅，咱们再待会儿吧。陆公子，这位积雪姑娘真有如此漂亮吗？世间女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脱俗之人。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尘土？尘土。啊，走了。师傅，咱们再待会儿吧。萧瑟，哎，我都听说了，原来你让白小棠找的人就是吴昕啊！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在哪儿？吴昕，叶宗主，小声点儿，现在吴昕身份特殊，别这么大呼小叫的。对。哎，萧瑟，吴昕呐，我没收到他的消息。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？他说入宫之后便会来找我，可一直没来。景仙公公那边传消息过来了，说吴昕进入了景泰宫后，行踪就消失了。他并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会合出宫。他被发现了。但景仙公公说，昨日宫中很平静，并没有说哪里发现了刺客，所以说吴昕应该并没有被发现，他很有可能还在景泰宫中。
果然如此。他还是想把宣妃娘娘带出宫，再寻找一个最佳良机。可是这样太危险了。不过无锡没有被发现，所以至少他是安全的。我已经拜托景仙公公，若有消息，会第一时间传给我们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方才穆公子传来消息，华瑾已经答应了白王的请求，午后给陛下问诊结束之后，就会前往白王府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，你们都在啊。你们要去为白王治疗眼睛，但是去之前，有一个情报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，便是这个。江湖风波镜，金榜论武名。这就是金榜啊！上一次金榜更换在海上没有遇到，这一次金榜更换，终于能够亲眼见到了。但你们要做好准备，一旦打开金榜，这个消息便会传遍江湖。现在你们还有权利选择封榜，而我给你们最大的帮助也是选择。我从来不怕选择。所以，你是想知道现在的你到达了什么位置？那就劳烦堂主为我们亲自接榜。如君所愿，那便请各位颁榜吧。哎，金榜第一榜百兵榜，第一榜从未有过变化。6大剑仙，离剑仙雷轰，10剑差雷，雷轰师傅他也成了剑仙了。无双剑仙无双，持剑无双剑侠。哇，这小子也成了剑仙，真厉害啊！你心还真大呀，人家比你走快那么多，你非但不着急，还挺高兴。剑客相争，有不错的对手，本是人间幸事。他快我一步，我快步追上便是。刀仙榜依旧被男爵占领，酒仙百里东军退市清榜。这有必要公布于世吗？暂隐于世，说明随时便可出，这算是一种威胁。如若不这么写，江湖上便会传出他已死的消息，这对雪月城的地位会非常的不利。哎，萧瑟，你这良玉榜还有第8名雪月城弟子谢延树，第7名温家温良，第6名唐门弟子唐泽，第5名雪月弟子司空千落。哎，师姐不错啊。第4名望城山弟子李凡松，这家伙进步也挺快啊。第3名雪月城弟子雷家堡剑心种弟子雷无杰，我的名号可真长，霸不霸气啊？厉不厉害？我第3名呢我。后悔把他排进良玉榜了吗？白小棠要不要考虑排一个白痴榜，让这家伙当个手脚？少年心细，当再生一名才是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没有第2名，榜首雪月城弟子骆明轩，轩辕六伯术已经被他误导了。应该是这样吧。还有个并列第一，雪月城弟子，萧瑟是你。我说，只有一个良玉榜。我与你交过手，很遗憾，只是良玉榜。真无聊啊！好不容易重出江湖，结果被人压了一头。想必那位刚入了剑仙、前良玉榜的榜首，如今已能入冠绝榜了。排了几甲？你往下看便会知晓。既然百里城主已经退榜，那么同样闭关的莫衣仙人也会退榜。这冠绝榜上2甲皆退，谁又会取代他们的位置？冠绝榜第4甲，严战天、谭台破、雷轰、无双。雷轰师傅真厉害，又入了冠绝榜，又入了百兵榜。第3甲，谢轩、斋月君、雷云鹤。第2甲，唐连月、司空长风。父亲入2甲了。怎么，3城主都2甲了还不高兴？当时我们从海岛回来之后，他就经常闭关练功。他说，如今2城主伤重，大城主又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他区一个3甲，撑不住雪月城的天下第一，需要进一步才行。只是，虽然入了2甲，但是原来2甲的那个人
已经离开了二家，江湖冠绝榜第1家，孤剑仙落青阳。这莫一仙人将要闭关10年，他不会再入江湖。百里东君陪伴着他，也不会再归来。难道这天下能赢得过这凄凉剑仙之人，就真的没有了吗？至少如今并不存在。这5榜之上，我们依旧是最有优势的存在。只不过雷家堡祖训无法入天启，他们如今跟我们的关系又很微妙，这2大助力，我们很难用得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6大剑仙中，雷剑仙受祖训不得入朝堂，如剑仙又是半避世之人，雪月剑仙身受重伤，虽然出现在名单里，但也是个意外。剩下3人，能入天启之战之人，都不是我们的人。是。至于冠绝榜，所有的名字加在一起，都不如一个手甲。孤剑仙落青阳。你要从现在就开始准备了，因为这份5榜2日之后便会传遍天下。我明白。那剩下的事便只能与你一人说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白王府，我建议你不要去。为何？如今的天下，只有白王府的势力拥有2位剑仙坐镇，白王一旦恢复光明，对你不利。人生在世，趋利避害，可我萧瑟不是凡尘之人，所以二哥这忙，我一定会帮，不管对我有没有利。因为当年的那件事，你一直有愧疚。二哥这些年做了很多事，我不认可，但他不应该是个瞎子，我必须帮他。其实你的答案我早就已经猜到了，我来告诉你这些，只是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而已。好。小神医，小神医，怎么样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唐门暗器。青缕衣。这就是大师兄离开雪月城的时候送给你的。此物名叫3寸之地，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。有人熟睡之时，有敌方来袭，此物便自动展开，取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。当初他私自联系暗河之后，我就传信给虫儿，让他多加留意。可虫儿却说绝无可能。他对兄弟如此仁厚，却没想到身边养着一只毒蝎。原来这暗河就是他找的，那死在大师兄留下的暗器手里，也算是活该了。沐春风应该没事，神医如何？我救不了他，要立刻请大夫来看他。先带回雪落山庄，还是送往太医院吧。不可，不能让天启知道神医重伤的消息。那吴昕怎么办呢？先回雪落山庄吧。现在就算把他抢回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哎，殿下，谢轩先生也在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啊？难道又有人受了伤，需要我去医治？是华锦小神医。小神医？小神医昨日被人重伤，至今还昏迷不醒。哎呀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如今陛下的病全靠他给吊着。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府邸雪落山庄。那你们找国师还有其他事吗？还有一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告辞。殿下，快请坐。
晚辈知道钦天监只答天命，不问政事，因此一直没有来拜访您。但晚辈最近碰到一件事，不得不来叨扰过世。请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公认的经才绝艳，但最近失了神智，功力也大增。就算我们几人联手，也对付不了他。殿下说的可是叫吴昕的少年？正是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赤王萧雨的身边。我们都觉得是赤王控制了他。控制了他？这样的事我之前只听我师父说过。我怀疑是西楚药人之术。可如此奇邪的术，就连白小棠也了解不深，故只能来钦天监求一答案。西楚灭国之后，应该只有药王谷一支还密留着炼制之法。这新百草绝不可能，卞姑娘早已去世，难道是月牙她还活着？果然是他。可月牙纵会药人之术，他并不一定就是炼制药人的人主啊。何为人主？所谓药人皆有人主，炼药人需以血为引，这一滴血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，又以亲生父母的最为完美。若没有引只有药，炼制出的药人极易遭到反噬。难怪那些人最后都死了。但是吴昕给人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，身上没有那股死气。但是这世上还有谁的血能够为他炼制药引呢？宣妃娘娘，宣妃就是吴昕的生母，若需要至亲之血做药引，那也只能是宣妃。药人之术的解法，同样需要弄到这一滴至亲之血。那想要救吴昕，只要找到宣妃就好了。是需要宣妃的至亲之血。一滴至亲之血就够了。弄到了至亲血，后面的事情交给小神医，就并非难事了。晚辈多谢前辈解惑。走。哎，樊松兄弟，飞轩小弟弟，你们怎么在天启啊？哎，飞轩，他是咱们师娘的弟弟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？按辈分，你应该叫他叔叔，我应该叫他叔公。哦，雷叔叔，你叔什么叔啊？都把我叫老了都。哎呀，算了，能在天启城遇见故人，还真是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钦天监啊？我叫他们来的。所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见到谁？暗河大家长，苏长河。他昨日现身了，现在是赤王萧雨的人。什么？况且以你的剑术，现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哼，放心，师父传了我儒者剑，我日夜修行，早就今非昔比了。儒者剑？如今小师叔跟随谢轩先生学习儒者剑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先后2位剑仙教你剑术，你日后必成大器啊！不要以后，只争朝夕。好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自会告知你们。告辞。好。谢轩前辈，华神医怎么样了？啊，已无大碍。前辈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萧瑟大人感激不尽。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前辈客气了。若是没有前辈赠我的无名书，我们几人早就死在暗河的手里了。这寻常人看书啊，是看不出门道的。你能看懂，那是因为你有能力。哎，我上次送你那本书，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前辈，你送我的那本《晚来学》，在街边3文钱就能买到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送你的那一版是未删减版，仅此一本啊！我在里面加了很多情节，很好看的。那前辈，既然是仅此一本，您怎么会有呢？那《晚来雪》的作者是谁啊？江南才女谢飞轩。那我叫什么？您叫
谢轩，那传说中容颜绝世的江南才女就是你？是我。有点恶心。我只能送你们进去，无法接你们出来。但我会在城墙东角给你们备一辆马车，记住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出来，否则车夫就会走。知道了。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，一会儿换上。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萧瑟不是皇子吗？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？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，但现在是晚上，宫禁之后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，他又是皇子，更得避嫌。哦，好吧。嗯，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的是后宫，只有打扮成宫女，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我们2个大男人穿着宫女的模样，这不更令人注意吗？萧瑟，你怎么看起来非但不纠结，还一脸期待的样子？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你现在话多，说明你特别兴奋。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？早知道穿女装，就让千落拾起来。萧瑟，你很有天分啊你！闭嘴，你个白痴，不准说出去。萧瑟，什么坏了？你看他这仪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怎么可能是指望他娘啊？没认错，看起来年轻罢了，其实已经快40岁了。啊！没叫你们，怎么自己进来了？进去。啊！景泰宫新来的宫女吗？本宫怎么没有见过你们？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骨架大了点，像个男人似的，可惜了。宣妃娘娘，不装了。萧瑟，怎么这么快就被识破了？娘娘是洛清扬的师妹。也是影宗宗主的女儿，影宗最擅长的便是伪装。我们能骗过其他人，自然瞒不过宣妃娘娘。你跟你父亲还有母亲长得很像，永安王殿下。娘娘见笑了。萧瑟，见过宣妃娘娘。永安王殿下，夜闯后宫，还带着这位修为不凡的朋友。你们2个这是来杀人吗？不杀人，不，只求宣妃娘娘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为何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中毒，中毒原因正是因为娘娘的一滴血。相同道理，若想解毒，也得靠娘娘的血。之前雨儿也求了本宫的一滴血而去。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，也不知道为何，本宫的血可以作毒，还可以解毒。老七求的那滴血，便是我说的那个毒。至于娘娘的血为何能作毒又能解毒，那是因为中毒之人身上流着和娘娘一样的血。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天外天前宗主叶鼎之之子，叶安世。是他来了。娘娘不知道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，宫外的事情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
对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是死人了。娘娘，您当年和叶鼎之以及父皇的事情，萧瑟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这世界上总归还有人记得娘娘，挂念着娘娘。一个人真正死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的时候。可是我这个朋友，他想着娘娘，甚至来找娘娘。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。不错的名字。难道是他？那个娘娘，娘娘，我们时间紧迫。拜托了，娘娘。多谢娘娘。等等，你若再见到他，请他勿再来找我。萧瑟明白。雨儿，母亲，那日你去青天剑，说要给我祈福，用我的血祭灵符。我知道不是实话，却也依了你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拿来害自己的兄弟。母亲已经知道了。不过我没有兄弟，他只是母妃的另一个孩子。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又何必要害他？我不害他，那他就帮着刚才来的那2个人害我了。母亲想救活一个孩子，而害死另一个吗？你让开！母妃，请不要走出这道门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也保证，母妃的另一个孩子也能活下去，不过要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哎，你看，咱们衣服换了，雨也停了。雨停了就赶紧走，宫里来来往往人会变多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啊？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了？想要的东西既然已经要到了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比那身衣服要强。如果来人发现了我们，你拦住他们，我跑不就行了？不对啊，你是皇子，应该是你拦住他们，我走嘛？怎么到你这儿反过来了？我是皇子，私闯后宫被人发现，有损声誉。那你不是不怕吗？那我呢？我要是被发现了会怎么样啊？你是庶人，私闯后宫，其罪当诛，审都不用审，一刀砍了就是。嘿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兄弟。萧瑟，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。什么人？来杀你！是你？你怎么在皇宫中？萧瑟！萧瑟！这样的章法，这样的功力，绝对没错。简月公公，就算替重儿还你的恩情了，你们快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
经验过他的尸身。你究竟是谁？你又何必如此呢？从我和你对第一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定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唉，但你打下了我的面具，我就算是想要留手，也无法了。他真的值得你这样吗？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呀，就是读书读太多了。只要是皇帝，哪会有什么好的呀？世间自有君子，小人才会不信。那就让我这个小人杀了你这个君子吧。小子，刚刚那人究竟是谁啊？当年废了我武功的人。啊？他是宫里的人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这种诡异的内功。那他究竟是谁呢？能出现在这儿，并且还有如此阴柔的内力，一定是武大姐。这里面的药，真的能解开吴昕身上的药人之术吗？我师父虽然看过，这药呢也是按照书中记载的法子炼制的，但是究竟有没有效，还真不好说。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可是这诡异夜鸦又在哪儿呢？吴昕又被关在何处呢？你跟我去找个人。谁啊？要叫上千落师姐和若依姑娘吗？不用他们去，就你我。萧瑟，我最近总觉得你怪怪的。怎么说？之前，不管是千落师姐还是若依姑娘，除非他们有事或者是不在，你都会叫上他们。而我最近发现，不管是沐春风也好，还是积雪姑娘，你都有意的避开他们，就只把我给带上。你知道我为何回到天启吗？因为天启是你的家，游子回家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知道我当年为何会被逐出天启吗？这我知道，是因为琅琊王案。没错，但如今琅琊王案已平，叶笑英也已经离开了天启。我当年想做的事情，如今都已完成，剩下的事不久就可以了结。到时候你们会离开天启吗？萧瑟，我不是太明白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想问题比较简单，你能不能稍微给我讲的简单一点？你们虽然继承了守护令，成为了我的守护，但难道以后我去哪儿，你们就要跟到哪儿？琅琊王说旧案已平，你们的任务其实已经结束了。无论是大师兄，还是吴昕，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能再为了救一个朋友，而让另外一个朋友陷入困境。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明白了，是因为琅琊王案被平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守护职责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，剩下的危险就不想让千落师姐他们参与了。对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本少侠给带着？那本少侠的命就不是命啊。这个嘛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因为本少侠很强。雷少侠说的不错。嘿，行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你就可以放心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和你一起好好保护他们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怎么是你？我们又见面了。别惊慌，是我约他再次见面的。我们今天要见的人就是他，他可是暗河。
正是因为他是暗河，我们才要见他。他当年参与了绞杀我姐的事。我来此之前，给你姐写过信了。其实这位苏家主，与你阿姐颇有渊源。那我阿姐怎么说？你阿姐在信中说，这位苏家主虽是暗河中人，但是和普通的暗河中人不一样。虽是个杀手，但心中存有善意，所以我来见他。你阿姐没有意见。我并不想杀李城主，但有暗河的命令，我必须拦住他。既然我阿姐没有意见，那我也不必多说什么。孤剑仙洛清扬，师从天启影宗，乃萧氏皇族的隐秘护卫。后影宗覆灭，如今世上的影宗弟子只剩2人。另一个是宣妃娘娘。没错，洛清扬是影宗最出色的弟子，后做了先帝的贴身影卫，救了先帝很多次。先帝为表彰他的功勋，临死之前送了他一座城。洛清扬选了西边最荒凉的木梁城，据说是为了练他的凄凉剑。凄凉剑？对啊，凄凄凉凉，生来无父无母，同门师兄弟都死光了，心爱之人嫁了2次，却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说这样的人凄不凄凉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他一剑把天启城牌匾给斩下来了？是啊，那个骆统领一剑就劈下了牌匾，直接拿着牌匾去了千金台，吓得千金台所有人都跑了，就连那个托二爷也溜了。天启城的牌匾一共被斩过3次，第一次是北离开国皇帝萧绎在破开城门之时，由于剑气太过于浩瀚，一剑打落；而第2次，则是60年前剑仙白羽救下那名被挟持的弟子时，一剑劈落，以此来警示天启城的人。第3次便是这一次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要拿着牌匾去那千金台啊？他这么做是因为那里聚集着3教9流，能够第一时间把他回到天启的消息传开。他除了斩落牌匾，还说了什么？一路上都没说话，一直到最后，重重把牌匾往地下一蹲，就说了4个字：问剑天启。义父只说了这4个字。是的。公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公子，刚才听守门的说，他们发现了一柄奇长无比的飞剑袭来，直接就把咱们的牌匾斩落在地了。看来是冲着我来的。是，公子，走，快拿走。是，快，走。有人传来消息，说第一个问界洛清扬的已经出现了。定然是怒剑仙。萧瑟，想看热闹是吧？啊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雷无极，你能让他安静点吗？又不是我故意让他这样的。2位剑仙在这儿打架，这柄世间剑心至纯之剑，自然会有些激动嘛。萧瑟，我让你带的那个夯号，你有随身带着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呢？那我今日就放心了。你好歹也是枪仙的女儿。怎么相信一个吉祥物？哎，你们说，我们过来花了1炷香的时间，聊天又花了1炷香的时间，他们俩怎么还不打？是在等人齐吗？你以为剑仙打架都跟你一样，
他出一剑你躲一下，他再出一剑你再躲一下，然后等你一个回身再刺，然后我就纵身一跃，抬手巨剑，剑开临门，只见万千剑仙从天门而出，举天之剑当头刺下。嘿嘿，你们两个搭在一起都可以说评书了。几位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嘛，啊？谢先生。哎，我刚才问了洛清扬来天启城的目的，他说他问见天启3日，3日之后他要带走一个人，也要杀死一个人。要带走的那个人，自然就是他师妹宣妃娘娘。至于要杀的那个人，我猜应该是我。什么？他要杀萧瑟？所以这热闹还有那么好看吗？现在立刻回去让积雪传信给雪月城，让阿爹来助我们。别急，不是还有3日吗？萧瑟，萧瑟，你早就猜到了吧？还是先看剑吧。问见天启3日，是在施压，证明他已经无敌于天下了。3日之后，他再要做什么，便无人可阻，无人可挡。看来怒剑仙来此，不只是为了问剑。他也承担了白王府的重托，但若是能胜过洛清扬，洛清扬这无敌于天下便是个笑话。他要带的人带不走，他要杀的人也杀不了。师傅，严战天怎么还不动手？严战天的怒剑式只有3式：一怒拔剑，一剑怒斩，一怒剑回。对于那些不必要的对手，他是轻易不会使用怒剑式的。可是对于像洛清扬这样的对手，他必须要使用怒剑式。既然只能用这3剑，他必须得养够了气势才行。来了！啊！洛清扬想剑不出鞘就打败严战天，他真是太嚣张了。出剑！这就是严战天怒意最盛时的样子。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啊！只是，最后谁赢了？好问题，谁赢了？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以输赢论此剑，俗了。大师傅，大师傅辛苦了。技不如人，虫儿，大师傅这次没能帮到你。无妨，大师傅没有受伤就好。大师傅，我现在就派人送你回府休息。那你呢？我再留下看看。多加小心。经此一役，天启城白王府的气势回不到当初了。没想到竟然是白王先动手。他先动有好几个原因。朝堂之上，原本支持白王的那些高官，因为萧楚河的回城开始摇摆。内厅中最大的助力长策剑也被大剑杀了。江湖之上，唐门不再支持他。这一战，若是白王能赢，那么拥有真正意义上天下第一坐镇的白王府，将力挽颓势。那白王不会发现这一点吧？白王不是傻子，可他又是个傻子。他居然开始看重自己和萧楚河那虚无的兄弟情谊了。他先动手，是不想给义父杀萧楚河的机会。
雷无忌，别冲动。我2位剑仙师傅不在，我替他们下去问见洛清扬有什么问题吗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要杀萧瑟吗？不能让他气焰那么嚣张。还没到你逞英雄的时候呢。无双城无双，前来问剑。哎，无双兄弟，又见面了，你得好好打啊！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听说无双城出了一位新城主，年轻有为，但没想到会年轻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啊，这无双城主也来天启城。是我要他前来的。你要无双进城，是觉得他能胜得过洛清扬？无双城一直在等一个机会。我也在等一个机会。前辈，请赐教。能见到无双剑侠，洛某有幸。前辈也知道无双剑侠，据说我天生就是剑胚，也有人说以剑论道。好嘞。12柄飞剑，无双城100年颓唐，终于出了一名剑仙。前辈过奖了，去。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，但作为一名剑客，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柄剑，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火候。你若将你师傅的断水剑借来，或许能坚持得更久些。握在手里的剑，我也是有的。大明朱雀，他这是做什么？大明朱雀和那12柄飞剑都是鬼剑师打造的，需要以血喂养，所以大明朱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魔剑。果然是把好剑。杀了这个无双，我要这把剑。糟了！无双没能控制住大明朱雀，反而被剑给控制了。我无双怎么可能被柄剑控制？洛先生，如何？好剑，值得我出剑。你们看洛清扬，这是国殇剑。为什么我看他出剑有些难过？国殇之剑，凄凉剑之最。洛清扬最强剑法。何谓国殇？战场之上，无勇而死者，照例不能炼以棺柩，葬入墓狱，也都是被称为殇的无主之鬼。你们知道洛清扬为什么会选择木梁城吗？昔日的木梁城作为西面雄关，曾有10万大军服侍此地，他们的国家打了败仗，仓皇离去，只剩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曝尸荒野，无人收敛。直到100年之后，化为尘土，此之殇变为国殇。和之凄凉，能抵国之凄凉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士吗？那我便斩九歌，破凄凉。
无双城有你这样的弟子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前辈之剑，不似人间之剑，晚辈大开眼界。他们俩这是战平了。终究还是败了。你若再修炼10年，或许你手中之剑真的可以胜过我。可惜了，今日便要死在这里。洛千要杀他。他居然这么快就上钩了，杀了他！无极棍，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！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节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节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啊，无妨，没什么大碍。
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轩轩先生，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四面八方。好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。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，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多给我时间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
我听说六哥和孤剑仙对剑的时候受了伤，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他没事，王爷请回吧。我人都来了，你们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，这就是永安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无心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洛京阳。萧瑟，你的伤……积雪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，现在昏迷过去了，但给了我一次再战的机会。刘杰，身上有伤别硬撑。我没事，我们先去把吴昕给救下来吧。萧雨，你找我，我在这。不愧是那个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萧楚河。萧雨，这次你真的过分了。过分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可以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从小到大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武学和财富在诸皇子中只能排第2。稷下学宫里，你入学便是祭酒门下弟子，我勤修武学，而你17岁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名扬天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想要出头，就必须除了你。后来，你离开了天启城，我也终于获得了我的成就和瞩目。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。短短4年之后，你竟然又出现了。千金台之眼，你把所有人都逼了过去，连父皇都亲自到场。琅琊军兵变，眼看着已经打进了皇宫，你偏偏3言2语就把10万大军赶走。孤剑仙问剑天启，你伸手都能引来天斩之剑，向天下昭示你就是天选君主。六哥，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居然说我过分，这合适吗？笑话！难道就因为别人比你优秀，你就要害人吗？本王跟你们不一样，甘愿屈居人下，听人差遣。本王要做人上人，谁敢挡本王的道，本王就要除掉谁。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要打便打吧。六哥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萧雨啊，你今天跟往常不太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你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比较冷静，不爱表露内心。可你现在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说明你很不冷静。我做梦都在想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当然按捺不住我的兴奋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是吗？就靠我这个朋友？是啊，看着你被自己最好的兄弟杀死，可真是令人兴奋呐。那个风华绝代、算计人心的吴昕，为什么会失算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
还有雷无极。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雷无极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。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得怎么样了。瑟瑟，感觉无心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了。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魔去邪祟，对这药人之术同样有压制效果。无心，无心，无心，你名叫无心，可真无心！你看着我，看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。你名叫无心，可真无心！大道无心，大爱无缘，情是一念缘起，一念缘灭，缘千最难解。回首萧瑟，清风明月，无缘无心，无为无缘。道是一念是善，一念是恶，善恶是难辨。苍生难渡，悲悯人间。大道无心，大爱无缘。雷无极，做得好。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好不好？雷无极，你没事吧？你败，我败了吗？雨儿，母妃，瑟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！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，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？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无心命中注定就是那天神临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影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是儿。这回，我可真的要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你就不多住几天再走？天启城如今大势已定，赤王府已被查封，那诡异夜鸦也已经伏法，月姬我也治好了。你们稍后把他送去寒水寺，与明侯重聚即可。这里没有我的事了，我当然可以走了。那你直接回天外天？我先把母亲送去木良城，待她心情平复之后，再回天外天处理一些琐事。等一切落定之后，再来找你们。小瑟，我们去那边等你。
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？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，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现在距离皇位只有1步之遥。我想问问你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，我给不出答案。教你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待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你把门一关，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，然后当下的想法，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。听起来有道理，我试试。走了。汉与君重逢。小叟，我们和吴昕还会重逢吗？会。小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们收拾收拾，赶紧走吧。你们也算是够快，也不让我进去喝杯茶。这师姐就差千匹马在皇宫门口等你了。公子，公子，这你们真的要走啊？放心吧，徐伯，这次不会走那么多年了。以后你也别住雪落山庄了，就住王府。我时不时要回来，帮我照顾好。是，公子。殿下竟没忘记那时的约定啊！我还是不喜欢别人叫我殿下，还是叫我公子吧。那公子这雪落山庄，图谋可就笑纳了。拿去便是。萧瑟，你真要把这处雪落山庄送给徒儿爷啊？我还以为是山野之间那处呢。哦，公子还有另一处雪落山庄？是啊。本来是打算把那处给你的，不过现在突然舍不得了，总觉得那一处比这个要好。这样看来，接下来还得跟公子继续做买卖，好把那处雪落山庄也拿过来。那得谈个好价钱才行啊！一定啊！谢轩先生，您多次出手相助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啊。客气了，我们读书人天天喊着捍卫人间正道，真是到了危难时刻，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哎，萧瑟，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是要当皇帝了呢。樊松兄弟这是想让我当皇帝？反正我的这位小师侄以后是要当国师的，没了你当皇帝，他怕是有些寂寞，是不是啊，飞轩？我也想回望城山，不想在这里待着。你还是做了和琅琊王一样的决定。一样吗？我觉得不太一样。我不如皇叔那样心如磐石，可也比他潇洒自在。我很清楚，我的归途不在朝堂。为何？朝堂太小了。诸位，怒剑仙。放心，我不是来拦住你的，是虫儿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父皇可真狡猾呀！
诸位，告辞。告辞。告辞。走。听着风声呼啸穿过耳边，手中紧握的剑锋芒毕现。破晓之前，明德23年，历时3个月的吴王之治终于结束。先帝二皇子萧崇登基，定年号重和。重和元年，春暖花开。